终于到我们的 house tour 了，欢迎来到常有书生来你家做客 house tour 版。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啊！每天在 story 那边隐藏。对，其实这个 house tour 影片呢，我跟你讲，它是我创作这么多年啊，观众一直敲完的一个影片。我想不通，我们旅游8点档什么8点档拍这么辛苦，没有人一直追 house tour， 像爸爸妈妈一直追我这样，有时候很没想法，不懂，他们想看我们家长怎么样。总之我不管有拍到家里一部分哦，就会我有问 story house tour 什么时候？对，我们家已经装修了，接近差不多要2年的时间，从拿钥匙到现在啊，终于可以。也算是久，但也算不久了，因为我们也没有一直很 rush 它这样子前面啊，对，我们就很常出国，然后也要等我们回来可以看到家怎么样，才可以继续下一个步骤，所以2年差不多了，我觉得。然后最主要是这个 house tour 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个100%的 house tour， 因为我们发现装修的经验啊，我们心得啊，装修永远是一个不会完的东西来的。对，就是 even 到现在还在想要订淘宝，对，可以加什么东西，就是 non stop。因为我们就是一直买东西、加东西，甚至是换东西，所以我先不要讲100%好啦哈。对，因为有些东西哦，用到现在会想要换的。现在我们就沉浸式 house tour，let's go。哎，沉浸式是不要讲话哦，你要闭嘴哦。以防有人不知道哦，其实我买那个家是一个3层楼的 semi 地。然后呢，如果大家也不问我们家之前长什么样子，可以去看我之前装修8点档，总共有11集可以看。然后书生那边也是有一个 half the house tour 上，我记得对，有一个未入住前。所以大家想看之前长什么样子，可以去我们 YouTube 频道之前来看。那我个人认为呢，住人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家里大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最表现出家的那种对第一印象 first impression。然后其实我们选这个电动大门哦，除了设计好看之外，我觉得我是比较偏 practical 实际的人，所以我会考虑到过后maintenance问题到底麻烦多不多这样子。我们家选择的是Deluxe的无轨电动门，然后这一个设计呢也是属于他们比较新的设计，是 Reno Series 啊。如果你远看的话，一定有看到，我们里面也是有木纹吧，所以我在外面的时候，我想要有一个前后呼应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我就专门挑一些有木的设计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整个家里是不是很协调？你看大门就可以大概猜到，我里面家里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对，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创意总监。因为其实Deluxe家蛮多选择的，总会有一副是好看的。我不能讲全部啦，就是有一些还会种植，但是它可能的设计方面就比较普通一点，没有这样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对，然后Deluxe家的话就比较全新新颖一点。这个家原本的 AutoGate 哦，它是有轨道的，然后我又很怕卡住来跳出来，所以我们换了Deluxe Go， 它是一个无轨电动门，你们看，这超屌了。我跟你讲啊，要么不就是那种小石头卡着啊，要不然要手动开啊，要不然就绊倒啊。没有，最够力的是保养问题很够力，因为好麻烦那个轨道一直会坏掉，所以你看这个无轨道，所以这个就是我讲未来保养问题，你不用去想你的轨道过要不要换啊，还是你的那个 AutoGate 轮子要不要换，很方便。之前我们也好奇哦，到底他们所谓的安全有差多少，然后我们才知道Deluxe家哦，他们有独家专利的锁定系统，它每个门片哦都可以很紧，主要是可以防止你去暴力拉扯啊，所以你不怕小偷啊还是什么问题，安全性就高很多啦。我们这次选的这个Deluxe门最大的原因就是它整个的结构稳和安全性够强，还有就是它360的可调节铰链哦，就算你5年10年柱子有什么问题啊，还是跑 alignment 啊，这边都可以调你的 gate alignment。最重要的是他们有 CRIM 的认证 ，test 开关次数、承重力啊、质量啊，肯定都是有保障。那这部门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它 sensor 功能，就是不管你中间有小孩子啊，还是有车经过，它体贴到它就会停下来，看到没有啊？其实我没有自己 try 过吧，刚刚那个真的有点快，是很快就停下来了，就停啊。所以家里有家庭啊，还是你车停啊，一般门不直接关到啊，是很安全的。这个的话，它高度上也是有限啊，所以别 imagine 它可以防小动物们，就是它太矮了，它至少应该都要有膝盖高以上，就是会走路的小孩的高度。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区是我蛮常来的地方，等一下再一一详细为什么。首先我们看到的那个门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就Deluxe家帮我们搭配呢是一整体性的，像是这个是我们的 parcel room， 这个是垫板，然后呢这个是我的 meter bike。之前呢，如果你们有 follow up 我们的装修特辑，蔡常有拍了一集我们家爆水管。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有疑心病很重，我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没有正常走 ？OK， 有没有问题？然后呢，还有我最爱的地方 parcel room， 我觉得有这个设计真的很重要。有时候你不在家 delivery man 哦，就直接开门，把你的食物、把你的包裹全部放在这里。
包裹到了。这个我要退货，这个我不要，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方便啊，有时候你不用马上出来借货。你讲话都包住我了。你现在是我放不开，走开。呀，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里面拍的爬。对，我从里面走出来的地方，然后苏珊姐买了一个很屌的东西，淘宝就可以买这个 lock， 这个 lock 是指纹，然后因为我要快，对，因为我们拿东西我们一定要快，就直接开，充电就可以用一下就可以用很久，我觉得蛮方便的。然后这边如果不放插头也不可以，因为不然人家就可以进到我们家这样子。对。然后在我们 AutoCAD 旁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过滤我们家的任何水啦。我们是做了1个月。没，我们做了2、3个月。我的 friend 跟我讲1个月没。然后我家人过来讲，哎，你们家有装 filter 吗？然后我们才问这个东西需要没？没有，我不是需要，我心想应该是装好了，他们没有问我，我当做就装好。结果我找都没找到这块东西。对。然后发现我们没有装，然后我们那一个冲凉的水啊，都比较可能是没有 filter 过肮脏。对，哟。所以这个过去我们就写 Filter 啦，而且这个是我们家乡的品牌的，所以 support 我们hometown。大家看到吗？我们之所以买这个家，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还有很大的户外，就是未来我们有家庭啊，还是我们的小狗啊，都可以出来走这样子。因为我上一间的租屋家呢，我的卡巴是要移车的，所以我立誓我买我的家，我绝对不要移车的卡巴。我们讲停车地方一定要两可以平放，是没有错，因为真的很痛苦。但是付出代价是哦，Lander 的户外又要花一笔钱去把它装修弄更美这样子，所以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啊。对，各位看到这个店吗？如果有看之前装修八点档哦，你们就会知道这个家原本的这个店啊，真的是很丑。不用看。长这样，我直接摆进去讲，各位真的很丑，它是2粒圆圆的深色圆柱体，然后很不美观。我们叫Weber Contractor帮我们把它包起来这样子，包成4方形。是，所以其实哦，只要你有预算啊，你也可以叫Weber的人哦帮你做任何东西，只是要花钱罢了，因为就盖起来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好看的东西值得投资的，因为自己看了也舒服。我觉得家的东西哦，如果你觉得你5年后会想要换的东西，你就做掉它，不要后悔，尤其是Weber，不要后悔。Weber后面很难做的，虽然在影片的前面，但我相信大家很多疑问，就是我们家装修花了多少钱？与其讲总数，不如我讲一下我们家其中一个装修最贵的地方，就是地上瓷砖的部分。因为我们整个家基本上有套这部分，我们都敲掉重做，应该是完全没有一个是保留。没有，我们没有用回原本的。我们家如果买套算下来，应该是7、8万块马币。可是最贵是人工安装套，因为我们有很大片，有很小片，所以很吃人工，很吃功夫。我记得我看过一个 quotation 哦，大概4位数的套手费用吧，它的人工费是5位数这样。我们家人工费用应该也差不多去到好像有4、5万了，整个就已经去到6位数，只是单套色部分吧。所以以后大家如果要把家里原装的套手弄掉之前，你们要考虑到这个费用的问题。可是没有后悔这样办。对咯，我觉得很美。因为主要是我们家原本就很旧，它是10年前套出来，10年前套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敲掉重做这样子咯。我们 carport 这边哦用的套呢，就是别在他们家的，然后我们选的系列是 Moonstone 的系列，灰色带一点 texture 白色上面，对，所以肮脏哦根本看不出是我们最想要的。然后其中一个也是因为他们这个系列哦比较坚固，比较耐用。像我们车啊有一辆车是比较重的车，它就比较耐用一点啊。我跟你们讲，这个套很长哦，师傅装的时候有呱呱叫，然后他讲哇你们的套都选很大片哦。我想是，因为大片比较美嘛，而且看起来比较大气一点，你就会觉得它那个整齐感是有的。还有一个东西是我非常骄傲的，就是我们做了过后呢，连续几间都跟着做，尤其是我们隔壁的，在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这个达曼在我们眼睛看到至少有2间，我们做过，他们也做了。我们选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Ceiling Skylight 家的，我们选的是这个 PU 木材质的，看起来就是很美。我们选木的原因也是因为符合到我们家所要的木的元素啦，所以我们整个 carport 的 ceiling 这边呢，跟别人家比较不一样，因为原本的是白色空洞，我们比较接受不到了。而且他们是凹陷进去了，所以我们把整个东西填满，看起来比较满。上一个规格大一点的，我觉得。对，比较满一点，不然它空这边空那边这样子不是很好看。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做的，就是在 carport 上面放风扇哦，本来是没有想要装的，是我硬要装，因为我家以前就有装，有加分。你看几凉哦，真的很凉。以前那边有风扇啊，你不会想待在外面的。对，像洗车啊，或者是跟狗在外面的时候，就会比较舒服一点，蛮加分的啦。OK，good job。
刚刚我们讲完 couple 的 ceiling 嘛，那延伸出来哦，也是 D-Skyline 他们帮我们做的 awning 这样子。因为之前我们就跟他们讨论哦，我们想要把整个家除了 practical 之外，然后我们还要美观，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系列。它那个玻璃哦，也是有防紫外线、防太阳。然后 awning 我们想办法跟他讲，我们要做到最长，可是我们又不要有那个这样去 support 它，所以目前我们就是做这样子刚刚好，就是我们车不会淋到雨，也不会晒到太阳。以前的我很讨厌太阳。对，现在我超喜欢。太阳越大越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家装了24片太阳能，所以有越大太阳，我们那个太阳能就纯电越多，我们就越省钱，然后也越环保。在装修之前呢，我就一直跟苏人讲，我们怎样都要装太阳能。是我超级在那边说，哎，政府要限制啊，赶快！我跟他算过，我算这条账一定是划算的。来算一下这条账好不好 ？OK， 我们2个人住，然后住3层楼，然后又有开冷气那一些。我们冷气马力都很大，好，有2匹、1.5匹都有。对，你们先猜多少钱？我跟你们说，我们3个月呢不到200块。我们最高的电费应该是110块，最低的电费我不会说2块钱。应该是还有政府补贴吧。加上太阳能省电之外，我们那可能1个月可能有1个礼拜不在家啦，对，所以3个礼拜电费2块钱是有一点匪夷所思啊。搞到我好像偷电这样，明明是太阳能，有点爽，各位。那除了太阳能板之外呢，最大的功能是我们后面这个Side-Energy全球唯一的5合1智能储能系统。这块为什么我会想要选择它？主要是它的美，因为它是全球首台5合1的。别人家的呢，它是那种一块一块就很杂，所以人家家你看墙壁这边东一块西一块，还是南一块，但它这个是5块合在一起，所以一整块是比较美观，然后主要也是实用啦。而且我很喜欢它一点是它超静音的，完全没有。然后呢，它也是防水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洗车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帮我们省了那么多电费 ，suppose 来讲，我们1个月应该要700多块的，就是你。对，以我们要用电量来讲。在我们家呢，还有 DC charger 跟这边 AC charger。但是我们介绍一下 DC 比较好，因为 DC 是他们家比较特别，也算是他们家才有了。不用在那边找 parking 有没有的充电啊。然后呢，太阳能真的好便宜啊。就是我外面充电一次可能就是要1个月要80、100这样子，如果我常用车。但是你看一下我的数据，就是3个月都不到200块，就知道有多香了。然后这个Side-Energy哦，他们最好的地方是他们在切换电网跟太阳能模式的时候哦，你用 Apps 啊，它整个过程啊是无缝哦，完全不会中断，丝滑。那我个人真的非常推荐他们家的 MySigen App 啦，因为真的是很人性化，然后数据也很直接，不会复杂。基本上从 Apps 哦，你可以看到每个月大概用多少电，像我们 EV 充电那些什么都有。然后它的 Gateway 哦，也可以帮你自动备用、自动切换电源。太阳晒我啊，我就赚钱了。科普一下大家，如果你们白天存的太阳能电哦有剩的话，其实是可以卖回给电网哦，而且是卖给电网哦，不再是以前的价格，而是更接近市场价。代表什么？太阳能还可以赚钱。马来西亚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屋顶太阳能计划，对，没有错，几该惊讶，就是 Solar ATAP 代替之前的 NEM 3.0，所以呢，现在要装太阳能的朋友们可以考虑看看了。那 Land 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landscape 的部分，它基本上就是点缀我们家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个装修吧。我们也是特地去到卡江的 Tropical Nursery 哦，去挑选我们植物，看有什么品种适合我们。然后我们当时也跟他们讲，我跟苏珊就是很不喜欢跟很多人一样的风格，就是很多人是做日本风嘛，我们就讲我们不要日本风，所以基本上我们家 landscape 的风格呢，就是比较 tropical 巴黎多元化、多品种的植物，简称是罗夏啦。对，而且我们就有要求说，因为我们不是很常在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容易照顾的、比较不会死的植物，就是很适合我们啊。因为我们其实对植物的知识也不是很够，然后也不太懂得怎么去照顾，所以就要叫他安排一些比较好照顾的、耐高温的，然后耐下雨的这些植物都是安排一个好给我们的。你们过来看，植物里面有一条小狗，我的小狗很喜欢。还有就是他们的专业哦，还可以帮我们安排，这个区域应该放什么好看，像这样子有层次的东西比较美啊，你知道吗？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啦。基本上我们家的边边我们都做成是 landscape 部分啊，左边啊、右边啊，甚至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是好像一个小花园这样子。对，然后呢，就是有要求说想要我的家有一点红色的元素，所以不管是里面的design跟外面都是有对应的。我就跟他讲，我要一点点花，红红的，像这个开花了，就会 on the way 一直在开花啦。每一天有不同的新鲜感，我觉得每次一看啊，我的花开了没有？
这样子。主持人已经到那种老的年纪了，还会开始欣赏花，会看植物了。我只会看它美不美。然后我们 tropical 风哦，最重要就是这一种大片叶子的感觉，整个会很满，而且它是会长高哦，之后会长。对，我们这树基本上都是算是小孩子，大概1年半左右，还会长到可能2米啊，有些甚至到3米这样子。还有这棵我最喜欢的。对了，这个就是我们家 landscape 最贵的部分了。它是我们 landscape 的主角，所以它在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一棵就是罗汉松，然后品种是来自台湾的。我是听那个 gardener 跟我讲，台湾的品种是最贵啦，但也不便宜啊。这棵好像8000，我忘记多少钱，就是鹅到这个树木，然后真的是蛮美的，它的整个 shape 把它们修好了。其实本来这边我想要种别的树，我没想要种罗汉松，因为罗汉松也是很多人种。本来我要种 blue pine， 好像那个圣诞树这样。可是因为某些阳光的因素还是什么，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 rooftop 这样啊，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种那棵树。其实我蛮加分一下蔡长勇设计的这个 rooftop， 因为 landscape 我基本上是给他设计，给他弄。那他教的这个我觉得我蛮满意的，就是它有层次感啊。这个 rooftop 我要 credit this skylight， 它其实跟我们 carport 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用那个 PU ceiling 啊，也是木的系列来点缀这个东西。它整个罗汉松配它哦，就好像 up piece 在这边这样子。嘿。进入另外一个空间了。各位有发现吗？我们的户外瓷砖有做一个很大的 contrast 对比，所以交给我们的创意总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设计。主要呢就是看起来舒服啦，就是木纹感，让你踏在木板上的感觉。然后这个木纹材质的 tiles 呢是用 G&G 家的，因为他们家有一款就这一款是专用 outdoor 的，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陶瓷的材质，然后还有那种木纹的纹理在上面，所以非常之高级。这样子的视觉其实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在 outdoor 的，因为木嘛。但是我们选的就是木纹的瓷砖，就是可以适合放在 outdoor 的，非常耐用，非常坚固啊！你们转过来看到吗？这个也是100%，看到没有？因为这个户外的座椅哦，其实在装修半年前，它就已经到我们家，非常定点，非常阻碍我们做工，它就很大个丢在那边就算了，因为我们很早就定了嘛，然后我们量好 size 什么，这个定做了，桌子椅子全部量好了，然后过后因为我们一些变动，我们瓷砖可能换一下了位置，换一下，结果现在这个座椅不 fit 我们，然后我们也欠缺考虑，我们忘记掉我们的 folding door 打开的时候，它会有折叠那个位置啊，宽度会占据顶到我们的座椅。还有对材质问题，也跟你们分享啊，买淘宝啊，不要只看字啊，要问多一点，因为他跟我讲什么，这个是户外用的座椅，然后我们用了差不多半年左右，我想怎么会生锈、脱气还是什么？边都生锈。我就问回那个店家，那个店家讲，兄弟是户外用没错，但是不是户外晒太阳跟下雨啊？我讲啊，我讲户外不就是可以晒太阳跟下雨吗？他讲不是，这放在户外的有遮阴处的地方，我就换了这轮这套蓝色的东西，我们应该很大机会把它换掉了。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完全是书生去想的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美化这一部分。本来啦就是一个窗口，我就觉得窗口好无聊，然后就是找 reference， 这个风格蛮适合这里的，它就是有一点田园风的那种，像法国这样子的感觉，其实很像 cafe 这样啊。对，它圆顶盆超美，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个圆顶盆哦是淘宝买的，然后这个灯也是淘宝买的，然后窗口跟这个东西是本地叫我可能在他们帮我们定做的，因为我想要搭配前面的木的感觉，我又不想要挑别一个风格，我觉得这个是最适合的，然后就叫他这样子做，所以其实整体看起来真的很像咖啡厅这样子，晚上超美的。各位看到这3样大件东西吗？基本上是我从淘宝淘回来的，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就这个垃圾桶，其实也不贵，然后容量很大，然后重点是你看，好像我这样，修买，所以这个真的蛮推荐大家的。然后这个柜子呢，是我的创意总监 approve， 因为买东西要问过他钱，然后它是一个里面放很多怪，所以我们刚才饮料被拍到了。然后下面就是放我们洗车的东西，我们就有吸尘机啊、carpet 啦，还有一些药水等等啦。然后这个洗车的高压清洗器哦，我非常推荐大家，因为很多朋友来我家，他们有试用过了。这个东西这 CP 值很高，价钱不贵，然后它的实用度很高。这个牌子你们过来看 LUTIAN， 淘宝就可以买到了，真的是不贵啊，这东西，而且很好用，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喜欢洗车啊还是什么的，各位准备好进家里了吗？哇，
欢迎光临。请问这副门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吗？创意总监。这副门呢，我们也是使用 Deluxe 家的。主要呢，我想要的东西是一套，然后一罐。基本上被迫用 Deluxe。也没有被迫啊，他们家的性能很好，不好？还有就是因为也安全性多边啊，这一副门呢，基本上也是富丽 Aluminium， 所以也很耐用，安全性也非常高，也是我们特别选一副门啦。你懂 Deluxe 有个 warranty 很厉害嘛？如果这个门啊，你被那种盗贼小偷啊撬开啦，他们一堆换给你，只要你可以撬得开。重点是到现在他们没有换过，因为没有撬开过。因为我们是有看过，还有收购给我们啊，就是到底可以怎样撬开，坏到什么程度啊？撬不开。Deluxe 家的门都很贵，1分钱1分货。我来演示一下什么叫做撬不开，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1、2。其实不止这边的嘛。哦，对哦，上面也是，它是全实心的 aluminium。4、5、6、7、总共有14个，14个白杠的实心锁，还有什么圆圈拉锁，这个，所以它很稳啊，撬不开，真的撬不开。而且除了它这14个锁，它的门框这边啊，它们也是有加强加固哦，对，这个东西可以很防止外面这样撞啊，看到没有？耐用吗？手痛了。可能的话1比1了，直接换。我们这个 Deluxe 大门呢，选用的就是 3-in-1 的设计。它除了大门呢，这个小门呢，再加上防蚊。对，它就不像传统的铁滑这样丑啊，它就是一个铝制的这个防蚊的东西。而且这个 Smart Lock 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好像 CCTV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外面有谁。这样子这个人的话，我就不会让他进来，这样子我就 No。都不要开门给我。没有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防身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了，你看到这个人不可以进，不要给他进，这样子就比较安全性能高。那Deluxe家他们的 Smart Lock 呢，除了像我们刚才指纹进来的话，还有给卡片，可是卡片也只给4张罢了，也不是很多。还有一个最适合我们公司，因为我们很常不在家，我们出国，所以比如说他姐姐还是我妈妈，他们要来我们家，我们可以给他6个号码的 temporary password， 对，他们就可以进来我们家，很方便的。还有他们家很好一点的是，他们有自己的生产线，就是有自己的部门，自己生产的防盗门跟外面的 auto gate， 所以呢，售后服务那些都不是一个问题，他们都是可以365天24小时上门维修给你，所以你不用怕，不用担心有问题这样子。在 Before 真的 House Tour 我们家里面之前呢，我们要 credit 一下帮我们做设计的灵魂人物，就是 Cube Creation 的家的设计师。因为基本上哦，书生样的风格非常之不简单，然后加上我们又是一个很突然要加东西还是减东西的人，所以只有他们家设计师可以答应我们了。像是我们的天花板啊、墙壁呀，甚至柜子啊，柜子，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收纳柜最重要。我们之前有看过很多 review， 他们找的设计师主要就是帮你做收纳跟柜子这2个重点，可是他们基本上没有美观，他们收纳也不 practical， 所以我们很担心。因为虽然我们2个人，可是我们东西非常多，所以柜子真的是要规划好，然后又真的是很实用，然后加上我们又很鸟，我们要美的嘞，所以非常之不简单。但是 Cube Creation 都可以 fulfill 到我们要做的东西啦。然后他们家做室内设计哦，是从整体工签开始规划，然后到灯光氛围，到我们生活动线，基本上就跟着我们的习惯，比较 customize， 比较多样化一点。还有我们家用的所有橱柜啊、墙壁、天花板的设计，都是他们帮我们做的。像是我就跟他讲了，我要 curve 的墙壁，他就会帮我在这个空间呢设计一些比较有 curve 感的、比较适合的。你们看到的这一些 hidden door， 看到吗？这些小巧思，就是我跟他讲，我要这些东西，你帮我做可以吗？他就帮我做的美美的。所以大门一进来这边，你就看到有一整面的镜子，还有一个木色的柜子，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斜厨 boiler room 这边。对，我知道你要留言，但是你不要留言先，你先听我们解释，因为很多人哦一直在讲我们大门对这镜子不好啊，风水不好。虽然讲真的是有这个根据，就是呢有一个风水就是讲大门如果开门的话会容易被吓到。对，当然我们都没有被吓到啦，可能小孩我们就要注意哦，就是提前跟他们讲，不要看到这个镜子吓到一下这样。因为主要其实风水是我爸爸帮我看，对，然后风水都是这样子的，你相信谁，他就是风水，百无禁忌。我爸爸帮我是找理由嘛，百无禁忌，你相信就好，没有事情跟他讲。然后之所以这边做一整面镜子，是因为想要出门前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整理一下，然后鞋子配要怎么样啊这样子。对，来呀来呀，
我们总共有3大副斜厨。这个是在我装修的时候我就已经要这个设计啊，我要一个旋转柜，主要是好看之外，它又很方便用，可以放2排的鞋子，你们看。它这样子可以放30双鞋，我有算过。然后上面呢，我们也是放鞋子，但是放一些比较冬天啊出国才会穿的鞋子，不常穿的鞋子。基本上真是满满的鞋子啊，没有骗你们了。我们讲到做到，我们讲放鞋就是放鞋的，我们不会放其他东西。然后我们这个里，我们就放比较高一点的鞋子，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拆掉了一片板，它就可以放 boots 啊，比较高一点的鞋子。你看还有很多位，所以这个设计真的爽啊！如果讲缺点的话，就是它很容易有手印。因为它没有那个把手，我们是这样推，对，所以会容易有指纹，要很常擦啦。但是美观哦，镜子真的是很美，因为镜子反射很多东西嘛，它会让整个空间看起来很大。这边就是一个不懂，反正我们就是做柜子，我们可以做柜子，我们做柜子。然后这里的1%是我们不要放画的，对，1%还在这里。我们还没想要放什么东西。然后这边就是一些柜子啊，狗狗用品啊，就是一出门就可以拿的，像口罩啊、雨伞啊，然后还有袜子哦。然后书生啊，特地去淘宝买这些架子啊、抽拉，白色的这样子区分，就整个比较爽一点。耶！现在来拓我们家的客厅，也算是我们1楼整层啦，因为基本上我们把最多装修预算啊都花在1楼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分享心得可以跟你们聊，就是其实整个家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有机会装修到，然后你们就要把priority把你们最喜欢的地方去做一个思考，你会最常待哪里？等我们那时候考虑去做到准。我那时候一个是讨论，我们最常待应该是客厅跟干厨房，然后招待朋友也在这边，所以我们就把最多预算比较舍得花在这边啦。然后当然其他地方就不会花这么多钱了。所以你们看到这边都是真的是比较多设计一点。你们可以看到这一体其实可以看到后面去，所以我们这边的主要色系，我记得我前面有讲过，就是最主要的色系就是那4个颜色哦，褐色、黑色、白色还有蓝色，就是我最想要 pop up 的感觉。再加上一点点红色系调，就是你可以看我一些小东西，我是会用红色点缀它，想要 bring out 它有点 modern 又有点中古这样。So far 这整个设计离我们的设计图好像是蛮接近了，没有差，应该99了，我们放99了。然后我觉得我们家设计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家什么都不多，hidden door最多，因为我们喜欢把东西就是做到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小惊喜的感觉。你们这样看可能客厅很小吧，但其实旁边还有很多小房间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慢慢一个个给你们介绍这样子。我们家的电视墙我觉得算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们用的是 Uniqlo， 就是我好朋友品牌他们家的艺术墙。在我们还没有买家之前，我们就讲我们一定要给你做一面墙。对，因为我们之前 office 也是他们装修一部分嘛，然后我们也是用这样子的 texture， 我们其实蛮喜欢。但是唯一书生对这个墙的要求还有几个顾虑点之前。对，我就是不要它太不耐看，怕太硬啊，对，太 commercial， 对，太 commercial， 所以我跟他讲我要 soft 一点，舒服感，就是你好像在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这个颜色也是专门调，不要太 harsh 的。如果你看这部影片，书生是这样调，就调比较浅 ，OK， 比较黄，就可能有点层次啊。我们不只是单一颜色，可能有点偏白的黄，然后可能比较褐的黄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做这面墙好的一点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一样。对，呀，纯手工，你180%复制不了。手这样做上去，剩下的东西基本上就是 Samsung 的一个75寸8K OLED 电视机，然后我们还有 Samsung Soundbar， 还有 woofer 什么都有，然后还有一个真的是要称赞书生真的是很爱淘宝买东西，所以买了这个电视柜啊，我们来我们家人都问这个哪里买，我们讲淘宝，这多少钱嘛？那来看700块，700多块马币吧，quality 超级好，而且它是可以伸缩，你们懂吗？就下面这个褐色跟黑色哦，它是2层东西，它可以这样打开的，所以就是还可以再延长，你要再长我们这边墙很长，那时候我就想说会不会很半上不下这样，所以我就找一个可以延伸的，这还就是可以。其实现在我们还可以再延长，对，但是没必要了。然后每个人都称赞啊，这个看上去好像2、3千块嘞，但是只要700块。我们现在模拟我们看电视或招待朋友的时候坐在这个沙发。搬家前我们就讲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L shape， 因为我们去了安生的家啊，对，我们做了一个超深的沙发过后，讲说我一定要有一个超深的沙发。所以跟你讲，要介绍这一套沙发是 DYD 的沙发，我们的整套沙发不管是高度、宽度还是深度，基本上都是他们家帮我们去定制，而且他们家老板对沙发我觉得要求很高了，因为他们就是很想做创新的沙发，做特别。
的沙发，他们特地来我们家量，应该真的，老板谢谢超他们有心的。过来量量，因为他们担心什么？因为我们家的客厅宽度其实不是很宽，然后如果要做到这个塞这3个位，应该做不到，太满了，所以他们就来做2个位，然后偏大一点的，比较深的给我们。然后这个沙发我就有几个要求，我觉得你们可以参考，是不是你们生活上需要的？就是我跟他讲，我第一个要求好像有躺着的感觉。对对对，这个沙发后面可以调节了。还有就是我要表演了，我要我的景箱不会很 cake 的，所以它是很舒服的看电视机的。现在是调节到已经躺下去也比较深，然后我可以弄在前面一点。这个的话就可以直接这样直一点。但是这个沙发有我们这样子好玩的地方。我们通常没有这样啦。对，我们通常喜欢深的，我们就把它拉来后面深这样。对，因为我很喜欢躺沙发，然后我就要求说，我这边呢，我一定要是有垫的，所以它可以直接符合你的景箱跟头我们喜欢沙发趴着睡觉。还有我要介绍的东西，因为我很知道我的沙发我一定要黑色，可是我不想要无聊。这个黑色呢，你看起来它就是有 texture 的。我没有错的话，这个面料是 Belgium 进来的是吗？好像很高级，他们特地找给我们的，黑中带一点对，有东西。这个面料很舒服。很舒服，真的会很爽。这个沙发，像刚刚我们就有讲，我们的空间其实不适合做，其实连 L shape 都不太适合，所以他就推荐了我们一个可以比较 customize L shape， 它这个就会变这样。对，所以呢，你就可以真的哇，这样子，整个这样子，直接躺着睡，它可以当做床。这个东西你要掖进去，你看，我要掖这边，这个是我跟孙吵架过后睡的床。我觉得这个设计嘞是被很多人称赞，讲说他们之后的家一定要有的。哪一个？你猜？我不懂这个东西什么。插头。哦，各位来，我们其实在客厅跟2厅的地上都有安装插头，这个也是安生家 inspire 偷过来的。因为安生家就是沙发旁边有插头，然后我们每坐沙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插电话锁。我们决定要这样做。可是这个要提早 planning 啊，你们要知道你们沙发的带啥位置啊，然后整个那个格局要先做好才可以做插头，因为它是敲地砖嘛。对，它是藏在里面的。然后就是这个茶几咯，这茶几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法，我就知道，因为它是4方形啊，已经全部4方形啊，我又不想要它4方形，还是找圆形的，我就找一个圆形的来融合一下。我觉得茶几比较贵一点，1000多块。对，这是1000处。但是这个茶几也更好笑的地方，有没有过来看？来，原本这个茶几上面这边啊，你看这个洞嘛，它也绑住一个金色的球，真的是我不懂那个设计是什么脑袋想啊，然后我就把它丢掉，有洞嘛，就好 temporary 的这个蜡烛盖住它，永远就盖住。很讨厌，它真的很丑，金色球，1000多块东西哦，那个怪怪的底在，我想不通啊。呀，把这个茶几好，是它就是一 set 的，对，它是1000多块。然后这边我记得有抽屉什么之类的，很方便。而且它的桌脚也很漂亮啊，我觉得不同的质感都很好，是不是也是很愿意掏啊？然后这个蓝色卡背呢，就稍微普通一点，但是也不差。这个卡背的颜色我找很久我就是死要这个颜色嘞。可是乖地它还是需要有待加强，我觉得未来还是会换的，它就是可能算是18000之内的。这个卡背我为什么会找蓝色，主要也是我要融合我的干厨房的蓝色，我要让它整个视觉是一起的，所以我就会选了这个蓝色。就是呢，看这个影片呢，我们会把我们所有淘到的东西已经整理好成一个系的，会放给大家哦。所以苏真辛苦了，真的，还几个星期的东西，有些可能价钱已经有跑掉还是怎么样，或者是没有货了，但是有 link， 你们自己去找。哎呀，有给你不错啊，不要嫌了。然后苏生淘这个淘宝灯也是很漂亮一下，就在客厅旁边。因为它其实这边已经很多元素啊，我不想要再用很 heavy 的东西，就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银色透明系列的一个台灯这样。到我们这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 view。其实我们客厅最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是这一幅地方。等一下，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内衬纱，这个真的很少会看到的，这个超美的，它就是有那种好像你在巴黎那种风，就是你一看外面又有植物，然后又超级无敌衬这个内衬。其实我们的窗帘是巴古加的，然后我们选的面料颜色比较偏向大地色，然后比较巴黎风，也符合到我们外面的 landscape。所以我们打开给你们看，会这样子看还不够漂亮哦，给你们讲。Black 的 folding door 可以打开的，叫的吗的？哇，我们有秀过给他们嘛？我们之前的 folding door。OK， 我先跟大家讲个故事，不知道我在之前有没有讲过。之前想要向 Black 道一个歉，因为呢，菜菜我本来要换的时候，我不让他换，我觉得一个 folding door 到底有什么好换呢？用回之前呢又可以省钱，但是我大错了。对，因为我们原装的这个家是给 sliding door， 烂到一个不行。分享过，去过朋友家，他 folding door 是换新的，哇，超烂不好推，真的是差到一个不行。我跟他讲，我不要我的生活很麻烦，不想要做
多余的东西。直到我们摸了 FSC 用了 FSC 用才发现，哇，他们用的几 smooth， 然后你们看这个 No， OK， 你看啊，它就是我一个女子哦，又这么瘦弱，弱女子，真的是一下子就可以啊，看还可以推几顺。哦，就是它是很滑的，很顺的。所以我们客厅这个 view 哦，你打开出去啊，看外面其实是蛮有 view 的。可是现在太阳有点大啦，可能你们在看我们黑黑这样，傍晚的时候 view 真的蛮好的，因为现在差不多1点多，太阳很晒了，现在很烈，但是其实蛮通风，空气蛮清新的，因为前面就是我们那片小花园。这个 feel 有点像什么啊？有点像是无边际窗口的感觉哦，就是你看上去哇，好像去到另外一个世界那种，很爽这里。有没有觉得很暗的感觉？我们两个黑黑这样。还有现在我们这个客厅司令哦，应该算是我们家里面唯一一个室内司令有特别去做，就是 Cube Creation 他们帮我们特地用一个木的 laminate 包起来。因为我们本来原本的是蛮不好看的，也是长这样子的，可是它是白色，然后那种尖尖凹槽不美。对，然后又敲不了，然后他们就帮我们想一个方法，又可以做到我想要的科。搭配这个灯很漂亮，很加分，因为这个灯不会很 touch， 它不像 Cherry 这样子。然后这个美的木纹天花板，然后就要搭配很美的冷气。这个是 Samsung 的 Ceiling 的冷气，然后其实很少人家里会装，因为这个冷气比较贵，然后加上安装也比较考功夫这样子啊。对，我本来就是想要一个内潜的冷气，他想要 Central Aircon 来了。Yeah， 我们跟他讲不要玩 maintenance 的问题，然后那个也是很贵，要敲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决定用fulfill一下他的需求啊，就是冷气除了要实用之外，也要美。真的是 Samsung 这一款原型的冷气，很好看。超推的，如果你们有budget的话。猜猜我身后的墙有多少部门呢？这幅墙是我们最多 hidden door 的地方。现在来，准备给我3秒哦。3、2、1。这副不是。第一副门哦，第二副在哪里呢？是不是这副？不是，是这副。第3副呢？啊，隔壁这副应该是门哦。50。他自己也不记得。各样多了啊，这也是一副，我就不卖关子啊，就这副。啊，4副 hidden door 在正面墙上面，客厅而已啊，所以我们这个也可以算是 hidden door 王国啊。我想要我的门都是 hidden door， 因为我想要带出那种书生讲的意思是人生是充满惊喜的。啊，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不想要它很复杂，我要它干净。hidden door 是个可以让家里干净的很其中一个装修方式。对，因为你看不到，然后你眼不见为净。5个字，眼不见为净。对，没有错。他就是这么邋遢的人。before 我们去第1间的 hidden door， 我要给你们看我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啊。刚刚书生前面讲的这个客服，很美。我跟蔡长勇2个人哦，都很喜欢。我们喜欢客的东西，但是装修经验来讲，客东西要加钱做，所以看某个部分要做了，不用每个地方做了。其实我们客的好像只有1楼，对，就是我们讲了，我们把budget花在哪里，花在我们想要呈现的地方上面，我们就可以进第一个 hidden door。然后第一个 hidden door 它也比较有设计感，它是比较线条的门，不只是单一的白色墙子。大家应该好奇哦，因为我家开神庙，然后我从小就拜神，为什么我们家没有拜神地方？大家也好奇为什么我们的神不在面对大门口，因为很多传统他们都讲一定要面对大门啊。那是我爸爸讲。可以来了，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神房。咚咚咚锵 ！Before 进去拜神哦，其实我们这边就是原本是一个电箱，然后我们就让 Cube Creation 呢就做一个柜子给我们，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很空，代表什么？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放东西。然后进来就是基本上整台就是 Cube Creation 他们帮我们做的，然后非常之 modern， 我觉得跟一般的神台不一样。然后我们上面这层其实是摆贡品用的，然后下面那层是放香啊，还是放金子啊等等之类，基本上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他们设计旁边这边也是做一些比较有又 curve 又尖尖的design。还有我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石头，真的它呈现得到很美。我跟你讲，我找到100分接近可以符合这整个神作的地方，就是这个。对，这个石头是来自我们这个达曼邻居家 DC Stone， 然后我们选用的石头，它不是真的石头，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啦，因为很贵，然后所以我们选的是 Quartz Stone 系列，然后这个系列真的是很适合这个房间啊，就是它不会太单调。因为我很害怕大理石，我又不想让它太单调，你懂吗？然后就想要有点 pop up 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哦，其实你单看哦，好像你不会去选的，你会觉得要咩？但是哦，你去 try 的时候，呈现效果它是可以点缀到很好看的。然后基本上拜神风水的事情我都是交给我爸爸妈，然后他就跟我们讲，拜神一定要是单数，所以原本我要拜3尊的，但是我们过后有第4尊，他讲哦，这样你就只可以去到5尊单数样子，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家拜的是中坛元帅，就是哪吒啦，然后我们有天都元帅、全能上帝、天后圣母、赵大元帅，基本上我们家就是供奉这5尊神明。
名这样子。然后下面就是有我们的地主啊，地主超可爱的，是，因为很少会有站着的地主。你去很多神像我也是淘宝买的。哦，对对，这是他淘到最厉害的东西哦，因为所有神像都是淘来的，quality 是很高的。上面5尊就有这一尊、这一尊、这一尊是淘宝来的，然后这2尊是我爸爸买给我们的。对，这2尊，然后这个也是淘的，这是淘的，对，这下面全部是淘的。下面的金银、金元宝啊，都是淘来的。还有一个东西跟你们讲，就是刚刚我们说的1%，因为 Uniqlo 也是有帮我做这个神呢，那个坐垫石头，然后目前这个主神的石头还做不够高，所以他们在调整这地主的石头就做刚刚好美美啊，看到没有？很不错，很实心啊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吵架的时候啊，蔡长勇要怎么样面壁思过，他自己买给他自己静默做。各位有时候淘宝不要逛太多啊，别看人家的口面讲哦，这个跪住手很舒服，我为了要舒服一点，我就先买住先。跪下，但是还要静默的地方就是这样，今天不用出来了。这个门是不是关很慢呢？低震度不会伤害你的门，你看它。如果随便吵架，别吹。我们别关了。我们这个家其实原本总共有7间厕所，然后我们总共把2间都敲掉跟盖掉。那这个是我们第1间厕所，每一间厕所风格都不一样。大家介绍到底是什么风格啊？这个厕所？这个呢？这个厕所有点窄啊，对不起。我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每一间厕所都有不同的风格。这一间的话，我就比较大胆的，因为我觉得厕所呢是一个可以在小空间内很好发挥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玩，因为它盖着看不到，只有打开门才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设计是怎样，它也不会好像很影响外面的设计。然后这厕所是比较偏法式，再复古一点，所以用的颜色会比较大胆。它就是这样子比较同色啊，还有最大胆的就是我们用绿色的砖。这个绿色的砖其实也是美渣，也是比较大片，然后颜色也是符合到我们要的那个绿色。但是下面黑色墙壁砖跟地板的砖呢，这种小砖跟那种比较多纹路的砖啊，他们家比较擅长，所以是2家瓷砖的强项结合在一起，变成这一间厕所。石头部分一样是我们邻居 Digistone 他们家的，然后我们也选了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的白灰色的一个 Quadstone 这样子。基本上我们家5间厕所，每一个厕所的水龙头啊、镜啊、马桶还是冲凉的东西哦，都是用 V 哥家的厕所用品。然后我们这个也放了比较专门、比较大的 sink， 因为呢，这个是要for他们洗澡的。这个 sink 呢，本来应该是用在厨房的，对，厨房 sink 啊。然后每个朋友来我们家都问我们，为什么你放这个 sink？然后熟人就讲，这个 sink 其实主要我们做来是给我们的狗狗们冲凉用，所以我们选深度比较大，整个宽度比较大就是了。然后它这些网状啊，就可以防刮花，狗狗在里面也不怕。还有这个防臭盖啊，就可以防止那昆虫啊这样子，还有臭味这样上来。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耐用的东西，很适合有养狗的，真的。而且它可以拉，你看，哎，换模式，冲凉模式。哦，各位，你们的马桶哥哥才是。他不是哦，他是马桶画家哦，他在里面作画的哦。因为我们客厅的厕所其实比较小，所以我们选了一个家这个，它马桶盖比较薄一点，然后它所有的这个马桶电子元件全部是藏在里面，看不太到，所以整个外观比较简洁。然后，因为我们是招待客人嘛，所以我们选比较智能一点。这马桶厉害的地方是有 controller 的，然后它也是，然后这个智能啊，你看。哇！所以我们就安装了一个这样高级的马桶在客厅啦，毕竟大家都可以一起用到。然后我觉得他们呢有一个色系蛮好看的，我特别选了这个比较新同色，就是很符合这里的高级感的感觉。你看，跟我们的镜子啊都是配合得到的，就连我们放厕纸的地方也是金红色的。这个是我们 store 房，眼不见为净的地方，这最不净的就是这里哦。来喽，上车喽！好乱，好乱，我们的 store 房好乱。哎，我跟你们讲，各位，我非常推荐 store 房都要用这个架子，这种就是 commercial 用的那种货物架，然后这个是很稳，看超好装，你看还有这样大位，而且很稳了，你们。其实这里没啥好介绍，基本上就是把杂物丢在这边嘛。对，就是眼不见为净的地方都在这里。然后行李箱全部丢在这边，上面就是一堆模型盒子。本来这一间应该是 for guest room 睡觉啊 ，main room 睡觉。可是我真的好庆幸我有把这个空间放下来用，好好用啊，还没有填满。我们还有很多位置可以放。对，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介绍，其实是杂物罢了。对，有要打麻将的话也可以联络我们一下。啊，我们这里还缺一张电子麻将桌。电子哦，哎，这样子的啊。吃了早麻将都要那个洗牌，很累。然
然后在我们 store 房的正对面呢，就是一个算是狗狗房啊，我们就空间利用 Cube Creation 他们就是楼梯下面其实不要浪费，我们就讲我们好像插一个狗狗屋，他们设计给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特地做一个小台阶，然后这边就是楼梯下面就是进去狗狗的房间了。这小台阶的用处也蛮好，是它有一点区分领域的感觉，就是来到他们的领域啊。然后他们喝水啊、吃东西都在外面这边，然后小便也在这边，他们都很乖。门口我就是因为那时候蛮常不在家，然后又要把门关进去里面，所以我就让他们帮我把这个东西切开，至少空气蛮流通的。这个门也是做单面的，就是他们没办法出来这样。这个洞呢是让我方便，因为里面是一个 L shape， 所以呢我想要在这边看到有没有大便啊，要不要去捡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了。牛牛也是很常在这里看我可以给你们几个照片，超级可爱。现在让你们体验看一下进狗屋的感觉，各位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的狗屋哦。之前他们常在这边啊，因为我们嘎嘎就让他们在外面看住他们这样子。他们很乖。这是我们的2个床，阿布很特别，阿布有时候晚上哦，他不要在外面啊，他关灯这边睡觉，很奇怪，一条狗那边坐着睡觉。这个灯也是书生特地掏回来的，然后因为有时候不在家要开灯嘛。我跟你讲，阿牛真的是很爱玩具控，看什么玩具？他有时候会很生气啊，这样，因为我们放在这里，还有时候在这边他就会叫我们给他拿玩具，真的是玩具。你看，拿玩具出来了，看很厉害。那边就是放东西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准备一个风扇，就是里面怕很热嘛，我们就吹风给他们，然后食物，然后这边就是小便地方跟真的是楼梯下方的。其实基本上他们只会在这里，然后那边的话只是暂时有一些时候。我们狗房基本上就是这样，比较算简陋了。是，而且现在也比较少用的，因为有嘎嘎嘛。喂，我看了，喂，我就要走掉吧了。你有看过有人在家装这么大片的 tiles 吗？这片 tiles 应该是1200乘1200，师傅装的时候都一直呱呱叫，摇头呱呱叫，要2、3个人刚一片，然后再做这样子很麻烦。before 我们要装 tiles 前，其实我们要做的感觉是微水泥，可是微水泥超级难照顾，就是你拖行李箱它就会有划痕了。反正你东西掉地上，因为我们去过林定家那小课，他就跟我讲很容易就有瑕疵跟很多问划痕，题，很难修补了。然后加上马来西亚的气候好像也不太适合，因为常年都很热。这是一款他们1200乘1200大小的 Atlantic 系列，这个系列真的是很少见呐。因为讲真的，我们之前看北大家之前，我们看过其他家的，我们一直要很大片，他们都没有这样大片的。对，因为这个很难找，就算有啊，讲真也没有这样美，因为它这个是你们可以远看它是一个白色的套还是米色，可是其实还有一点 texture 在上面，有一点那种石头纹路的感觉。就是它脏的时候你也不会很明显。就是我故意要用这个美缝是跟我的 tiles 贴合一起的，你这样子看远远哦，它就是一整片有微水泥的感觉。我们这个美缝是用 Dr. Grau 家的，他们的手工很好看。那 Dr. Grau 家它的选择很多，就是一个灰色哦，有很多种灰，它可以调给你啊，它不像一般传统的高定公司啊，对，只有5个颜色、6个颜色，他们至少10多、20、30种，因为他们可以调给你。他们真的是给我 OK， 这个灰色跟这个灰色这样子给我对，我们这样子看，这样子选，所以就是它就是整个是一体感的，所以你这样子看哦，好像一整片微水泥的感觉这样。所以这边有一个装修经验给你们分享，你只要选大片的套，加上你选好的美缝颜色最接近，它基本上整体是一体化，看起来这个空间比较大，比较漂亮。这是我们的经验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参考，因为比较好 maintenance， 不然问题多，其实你住久了你会很头痛啊。Before 带你们看我们自己很喜欢很满意的干厨房之前，先给你们看我们比较简单的 work kitchen， 因为基本上我们就没有什么要求。这一个是我们1楼的最后一副 hidden door。耶！欢迎来我们的 work kitchen， 一目了然，就这一面墙都是 Cube Creation 帮我们做的橱柜这样子，我们也选比较安全的颜色。对，这里我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平时也不是我在煮。对，要么就是我们家，要么就是嘎嘎在煮东西。我们的石头，我觉得要唯一强调是这个石头是 DC Stone 的，然后比较特别是我们台面选白色，带一点灰色的 Quartz Stone， 然后他们是直接把我们 splash 到这边来，这墙壁到台面都是他们家的石头，很漂亮。Cube Creation 家的东西真的很好玩，很实用，为什么？喜欢这个。我看我们的舍不得拆这东西。还没有拆，然后这个可以更好方便，然后更顺手玩，就是你进到厨房你也不会很麻烦。哎呦，我今天不想煮，不想拿什么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柜子哦，一定做得很高，可是你就懒惰拿，所以有这种 accessory 帮忙是很好啊。很好拿，不会很重。我们的洗碗机在这里哦。书生之前就讲搬家前一定要装洗碗机，所以这个是我们洗碗机。因为我们很喜欢聚会，我们喜欢叫朋友一起来，就每一次都会很大量啊这些。我们家就用比较安全一点的电磁炉，因为我比较粗心，我试过几次那种用 gas。我才要
爆料！我跟你讲啊，他在我们的租屋处啊，有2次没有关 gas， 超大了哎！我就想说，这么味道这么重，我想再多一下就要爆炸了，我真的很堵然。所以这一次新家没有煤气炉 cancel。我们就装电磁炉，然后太可怕了。吸油烟机，这个是自己下来的，然后就是一般的橱柜这样子啦。然后我们这里有做碗筷。对，他们的抽屉其实蛮特别，有2层，上面就是筷子、汤匙叉，下面就是做碗碟，上面也是碗碟，下面应该也是碗碟。对，就是我们很要求的东西，我们厨要够多，要好收纳。还有这里是调味料区，哎，这个很好用，很人性化，很多格子可以用啊。就是我要下面跟上面啊都是厨了，我们就做满满的柜子这样罢了。对，然后还有一个Samsung很漂亮的冷气，有冷气。我觉得它还要傻了去。Samsung很漂亮的冰箱，这冰箱容量超大的。这个冰箱主要是放食物类，然后我们外面的冰箱是放没有味道的。后面这一间基本上就是刚刚的房间，我们小小看一下，不要就很简单啊，有床，有桌子，有柜子，有风扇。哦，这里外面就是我刚刚讲那个 garden， 那个咖啡厅那边。对，我们就不用看那个 private。然后因为我们 Red Kitchen 其实那个台面真的蛮小，所以我就另外买这个东西。其实找到很相似。对，这是这套淘宝买的哦，我们就把它当做是如果未来很多人要一起备菜就可以备帮忙这样子。然后电饭锅都可以放，气炸锅全部都在下面这边收藏着。其实 Red Kitchen 就真的是主打一个简单，因为不是我在的地方，所以很简单。现在到我们的 Dry Kitchen 的地方，现在是我们重金投资的地方，就是 Dry Kitchen。这个设计一出来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我很记得，因为我好喜欢。因为其实这边设计算是整个家里面相对比较难的，磨合蛮久一下这个地方。因为苏珊的梦想是想要有一个岛台在中间 ，Island。岛台哦是结合了3家公司的合作，我们 Q 做完整个 structure， 然后其实你们看内侧哦，它是蓝色这样子的橱柜去搭配，然后这边再搭配 G&G 的小片 house， 然后再加我们邻居家 DC Stone 的这个 Quad Stone， 哎，其实还有第4家忘记了，还有我们 Dr. Grau 他们做的白色美缝，因为美缝其实有2种，一种是让东西融合，一种是让它更区分，所以这边我们选白色的颜色，让它这个 G&G 的 house 更加爆突出，造就了这整个 Island 是多漂亮。忘记了 ，sorry， 还有第5家 Interest， 第5家就是我们 Interest， 没有它我们就没有好喝的水跟热水。我觉得 Before that 这个底在我要讲一下，我觉得大家为了我的一个岛台也是费尽苦思。对，因为这个我要的就是要刻椭圆形，然后我的套也很麻烦，我觉得他们这个套是一片一片师傅这样去的，师傅都要生气哦，因为它是真的是一片一片，而且哦，这个套手你们近看啊，那个套是不规则的，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有点小 texture， 就是有点波浪纹这样子的，所以哦，他做那个 grounding 的时候也很难。他看到这些不规则，其实是故意的，故意要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它很乱这样啦，我就是很喜欢，我就是要一个黑色这样子的岛台。其实这个套手是 G&G 他们家套来自。然后听说这个套是特别用那个什么炉做出来的，所以你才讲嘛，它每个套是不一样。对，不一样，它就是你摸它手工套才纯手工做出来的，100年一个，每一片都不一样。对，就是外人看好像，哎，这个工作做不好是吗？是不是弄不好啊？又粗又细，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艺术来的，很美。艺术，你是条铁咩？我会做很凶这样哦。你不要这样阿 Ben 可以吗？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Island 其实是这么多公司一起合作做出来，然后大家都辛苦了很久，因为哦，不要讲那个套难贴之外啊，就连我们那 DC Stone 这个台面哦，他们这边啊还会帮我们做刻，所以基本上他们家的石头是都可以刻制化到完，你要做什么形状，他都可以切给你。因为毕竟他们是我们邻居，他们家是做 supply 的，其实他们价格会比外面的更便宜，然后更加的可以 customize， 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可以fully用完整片他们的 Quad Stone 做任何东西，不会浪费。真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 get 我这个同款，因为看不腻，很耐看，真的，我到而且很耐用。哎，以后我们你为什么要在上面？不是书生，那是书系吗？然后放我身上这样子，因为全场安静一下。我觉得他有点怪怪哦，就我朋友有点受掉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设计师，我是有 imagine 我会在这边做蛋糕、做饼干之类的啦。所以呢，就是饮水机的方面，我们之前是用那种大台，对，那种有一台白色东西放外面，做美观跟站位之外，就已经是我们的据点了，影响到。我觉得有点怪怪哦，哎，开始走动了。然后这边就要变黄标了，我跟你讲。所以我们装音具夹，为什么音具夹的那个水机哦，它是隐藏式的，它就是一个水龙头，看美美这样细细这样。
OK， 然后呢，这个很方便啊，只要转头，这边是温水，这边是热水，所以很超方便的。啊。那你们就好奇它的水机在哪里？其实，在水龙头的下面的柜子里面。当当当当，很小一个罢了。对，我们这边 Island 装的是2 in 1，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台是4 in 1，是装在我们的 Wet Kitchen， 那个就是可以洗菜啊，然后也是有热水，也是有温水，反正那个是4个用处，我们这2个用处，因为只要喝水不好嘛。这个还比我们之前的水机还要小，但是它就是麻烦一点，你要提早 planning 好，对，你要装这个东西，对，要放哪里，然后插头拉好水喉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 planning 好，它的美观跟它的那个整个 storage 真的是很加分。对，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好看这里的东西。然后刚才讲 Island 的内侧就是 Cube Creation 做这个蓝色，跟我们的后面是呼应的，然后它就是抽屉呀，对，还是收纳柜啊，基本上我们都做很多收纳了。对，而且我们选用的蛮多都是按压的，因为按压很不占位，就是你这样子经过啊，你不会被那个把手撞到，比较舒服一点啊，整个人。然后从这边开始，就是我们真的是先装住先哦，有微波炉，还有一个做蛋糕的是吗？其实我们都是用 Bosch， 然后都是用算内嵌吧，这个。对。好的，内嵌的话选择品牌不多，所以只有 Bosch 还算不错的可以选择。然后这些都是橱啊。柜子。喂，来了，各位，这是很厉害的零食柜哦，呀，这是我的梦想。对，就是分类到很清楚，然后有很多格子给我们放东西啊。OK， 回家。看到没有？这边就是一如既往的柜子哦。其实这边也是满满的柜子，看都是按压的柜子，全部。对。而且我们还很多地方可以放东西哦。你看到这边还空空的。啊，这也是柜子。然后这个好像是推出来的啊。这还没有放好的东西。这个做推出也是因为就是设计比较让它有不一样，不然就是柜子很无聊。除了柜子之外，上面这边就是做一个摆设品啦，然后我们就什么都摆啦，就是 LV 的杯啊，什么 chocolate 啦，反正先放住先。这个就是也是其实我们1% 还没弄好的东西，我们就暂时放先。这个我觉得超方便的。对 ，UB， 其实我们以前在搬屋之前，我们也想要做 UB 这条东西。这样子很特别，你们过来看，它如果你要开店哦，就原本是这样的转的，人家开店就这样吧。对。然后它不像一般传统插头，如果你要换位置啊，整个拔出来，然后移进去一点，插进去再开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UB。然后它这边也是有一些 switch 啊，很多东西。这个 switch 好像是开烤炉还是什么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条这么长也是 customize 做在我们这边的。而且我们选的，因为我们蛮常买一些淘宝的家居，淘宝的电器，这些都是国际插头。然后我们一如既往就家里一定要台菲利斯咖啡机，然后这是朋友送的苏生超爱的烤面包机。这个就是我讲的，在一些小物品上用红色来做点缀。还有一个点缀我们整个橱柜东西，就是这一大片的角瓷砖，他们也是来自 G&G 套色。然后如果你细节看哦，它不只是黑色，我们那时候特别选一个黑色，但是带有点亮 texture， 然后每一片也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我这边有一个 tips 给你们分享的是，在你所有 material 都很平淡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一个东西来爆它出来。所以 G&G 家的套手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比较丰富，因为它东西它选品很大胆一下，他们进货很大胆，他们基本上进的都是很厉害、很大胆的设计。然后你们不用选到能大范围都突出的东西，像是这种啊，像里面啊，你就选一个比较可以玩的东西，不然就是我的这个岛台它是黑色，可是在这么 flat 的设计的时候哦，你就拿一个黑色的不规则的东西来 pop 整个design出来。然后这边水龙头我们也是一样用 Rigger 了，因为很方便。我们还有一个 hidden 的东西，你们懂是什么 hidden 东西？其实很多都不懂。全部人看到这个，哇！内潜式冰箱来了，耶！基本上就是招待客人的饮料啊、吃的，这边都是偏没有味道的，就比较干爽一点的。我们才知道内潜的冰箱也是有分一些，才2、3个牌子。对，所以也没什么选择。因为内潜的冰箱选择真的很少，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价格还算 OK， 然后也 fulfill 我们的生活需求，就 Tecca 咯。双门的这个。我发现现在内潜的品牌不是 Tecca 就是 Bosch，这几个品牌罢了，马来西亚很少。不懂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到哦，我们干厨房套就不一样了，我们从客厅的 LNT 套手来到这边就变成泰拉州系列，因为我们想要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其实这个design我其实是偷朋友家，就是我去朋友家的时候，原来玩不一样的套是很美的。我们去 Colin 家啦，但 Colin 家更大胆了，它直接跳颜色是吗？我记得就是很大胆的东西，其实很美，所以我们就 apply 在我们的厨房上面。我想说，原来这样子玩也很好看。其实我们发现一个东西，就是有些东西可
可能你想象跟你把它拼在一起不好看，可是你做大面积的其实好看。像我们选的这个 Terrazzo 很美，这个纹路它是偏褐色的，偏黄的，然后它的那个石头分布的，它的这个design分布的也很均匀，所以它不会太过像一般 Terrazzo 系列比较密集。重啊，它是模仿啊，因为我家是有 Terrazzo 的，就是一块一块一块，它这个就很好看，比较耐看啊，主要是。然后我们配的那个 Dotted Ground 让它感觉就是一体哦。这边其实算是我们最常待的地方，我们早餐、午餐、晚餐、宵夜，还是朋友招待都会在这边。这边就算是我们的饭厅这样子。对，然后我们的饭厅呢，除了这个大圆桌，其实这个桌子是书生掏来的，其实讲真不差，可是它容易刮花跟有一些痕迹，所以我们也是打算换了的。但是quality好看，其实quality真的不错，只是可能它需要一层涂膜保养吧，因为就很像很容易就刮到啊。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即将会换的，也是我们的180。然后椅子呢，书生就选各种不一样系列的椅子，如果你们可以看的话，每个呢都是不同的底材跟颜色的话，我都围绕在黑色、褐色跟蓝色还有红色这4个颜色，就是每个底材都是不一样，还可以再加多 maybe2、3张这样，就是很舒服，我觉得看起来也很好看啊。然后呢，像这里就很适合长形的吊灯这样一点，主要是让这边有点氛围感而已。是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家我们ceiling的灯没有特别要求，我们就做好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点缀软装的灯来点缀我们家里的灯氛围这样子。我们饭厅我觉得最好玩跟最特别的地方也是这2副大门，然后我们其实有几种模式可以玩。这个大门因为有窗帘的关系，所以平时我们通常会这样子，太阳没有很热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shutter打开，看到没有？打开，然后整个家就变更亮一点了。就会看起来很大，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你坚持要的东西，没有错的话。对，我很坚持，因为那时候我忘记了，我觉得有一个 part 很麻烦，然后我就讲不要了，我要保留，把这个做了真的很加分，因为看起来家里更大。然后呢，我们也是用 Bagus 的这个，只有1楼吧，还有我们房间是有摩托的，它会自己关。等下。是不是有点高级？Bagus家窗帘可以显示它的 curve 很平均，很美，整个很垂直啦。你看它不会皱这样啊。然后我们选的色系都是偏肉色这样就是它可以柔和整个设计里面的感觉，不是很 pop out 这样子。然后如果你们看 Bagus 这个 shirt 其实它的 shirt 真的是很特别。这个 shirt 其实你不要看它是一片薄薄啊，很贵一下这片 shirt。我们就想了很久，觉得还是把客厅跟厨房用最好的窗帘，对，它就是有一种度假风的感觉。给你们看一下 FSC 的 folding 都有多丝滑，真的很丝滑，超容易推啊。因为它是用了双轨设计，它丝滑到其实女生用1根手指头都可以打开了。然后你们懂他们那个有做这个密封条设计，所以整个又抗 UV 抗风，然后也很隔音啊。我们不能让180阻挡我们打开干厨房的。看到没有？哇，开完了。所以当有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不够位置，我们就开外面，让大家去外面坐啊，还是 BBQ 什么都好啊。看我们小狗这样随意跑来跑去，蛮不错的是，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窗帘挡着嘛，所以看起来它就是一体，这样整个 view 都是空的。这是蔡长勇的坚持，我觉得蛮好的。看到没有？他就跟我讲，哎呀，不要装这种门啊，等一下那个门不好看。我讲，这样都会比 Origin 好看就对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家其中一个很加分的东西。不后悔的决定。然后饭厅另外一侧这一 part 算是楼梯的 part， 就是狗屋的另外一面这样子啊。然后这个东西是 Cube Creation 他们设计师帮我们想，我们完全没想要做什么。对，他们就善于利用空间啊。因为其实我是不喜欢做摆设柜的东西，因为会生灰尘之外，然后你也不懂要摆什么，因为我们2个其实没有什么艺术细胞啊，也不懂要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加分，看起来你整个东西不单调啊，你整个人很丰富。如果你想象如果真的是一面白白的就很无聊。幸好他们说服我们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有放一些东西，虽然讲可能还不是很美啦，算是我们1% 啊，我们会努力一下的。毕竟我跟说2个都年轻人，我们家里怎么可以少了智能系统？所以我们家的智能系统是用 Link 的 Smart Home， 然后这个其实很方便，我们基本上全部开关我只要用手机一个 App 就可以 control 了。它也是有给我们个平板啊，你也可以在平板操作。来，我们来，你要 Sir， 你要关哪一个灯呢 ？Sir， 你喜欢看我吗？那我们浪漫一点吧。有没有浪漫的感觉？
那么 Sir 喜欢白灯吗？我喜欢你。你看啊，整个 3D 哦，真的是照我们家的格局去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对应哪一个按钮，像这个就可以直接很方便的操作。基本上一个 App 哦就可以操控完整个家的灯，然后不止1楼、2楼、3楼、厕所还是哪里个灯什么都可以按，它好方便。我们家也是有一些地方哦，安置了他们家的 motion system， 就是我们人走过感应到啊，它就会自动开关灯，超爽。然后你又不用关灯，因为它10分钟过后、5分钟过后，你自己设它几点关。这个 Smart Home 啊，很适合懒人，但是如果你可以再懒、再懒、再懒的话，连手机都可以不用按。示范。 Alexa, I am emo。谢谢。Alexa, I am happy。Happy。还有，我还有一个，我 set 了。你要 set 什么话哦，还是 set 什么方向都可以跟他们讲，他们帮你 customize。Alexa, movie time。Enjoy your movie。看到没有？它就开一盏灯，让我们有氛围感。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这种懒人啊。Before 我们上2楼拖给你们之前呢，其实我们楼梯这边也做了蛮大的改造啦。其中一个最大改造是我们这敲完了，我们原本是那种铁的把手，我也忘记了，我也不想记得很丑一下。然后我们就画成全玻璃了。然后直接这个做玻璃把手的厂商就好笑，他做了一个绿色玻璃给我们，但是我们前面就跟他讲，我们不要绿色，因为绿色哦，如果折射那个阳光，会让我们肤色绿拍东西不好看嘛。对。重点是假大佬他已经坐在这边上面，他跟我讲拆掉重做要花很多钱。幸好我们遇到 Aspel 这个隔热膜的美国品牌公司，它拯救了我们很丑的玻璃，它就贴了一个灰色的隔热膜给我们。除了可以把我们从绿色变灰色之外，比较好看，比较但是点掉。其中一个最大的是安全性，因为就算我们玻璃有可能爆掉，是不是？至少它不会直接碎在地上或者喷在哪里去，它会爆在里面。对，在隔热膜里面，所以非常之安全。像我们家呢，只要有玻璃的地方，我们都贴 Aspel 的这个隔热膜。然后呢，我们 folding 都3副哦，因为我们要 view 很好，所以我们贴的是 Clear View Alloy 30的隔热膜，就是针对不一样的需求、不一样的玻璃，我们就用不一样的隔热膜。而且我觉得贴了隔热膜有差太多了，隔热效果啊，还有省电效果，冷气不用开这样的开让大，就可以很快冷起来这些东西。因为我没有感受过，我们第一天进来是没有窗帘，也没有电灯的时候，很恐怖。空的时候很热，也是我们电用量最高的时候。对。然后 after that 我们有电灯了过后，那时候还没有窗帘哦，有电灯而已哦，就已经蛮足够了，已经砍半了，整个家里是凉的，所以有差。从楼梯1楼到3楼哦，基本上我们用的就是 Skymove 家的 SBC， 因为我们想要那种地板比较有 lifestyle 的感觉这样子。然后他们家也算是马来西亚唯一一家SBC 是在马来西亚自己生产的。他们现在除了质量好之外哦，他们使用的都是有 Lab Test Report， 然后还有 Green Product 认证，所有该有的认证啊都有。所以都可以安心使用。然后到了这个楼梯口的转角处呢，这个是攀岩来的，各位。攀你个头！这个呢，design 呢就是跟我们的 TV 那边是一样的。对，它是前后呼应的。就你从干厨房翻的那个角度看过去哦，电视墙跟这边是哇啊，就是这样呀。因为本来这面墙其实还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做完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楼梯口有一个就是透明的玻璃，就刚好可以这样子反射过去。每次经过这个 Uniqlo 墙，还觉得很震撼，走着就想爬上去。2楼第一个带你们拓的房间就是原本我工作地方，那就是刚刚工作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门原装的 sliding door 我们也换成 FSC 的 sliding door。给你们看这个丝滑度，我用我的小指头。鼓掌。这个原本超难推的，我跟你讲，简称垃圾，真的是垃圾，根本就不会想要过来，因为真的很用力。其实它这个 sliding door 也是有一些独家轨道跟内框设计啊，所以也是跟楼下真的很像，防水、防阴、防噪啊，防，总之很好就对了。刚刚我讲做工的地方，就是原本是一个 laundry room， 不是他赚钱的地方，是还要来打扫的地方。对，这边就是我们专门洗衣服啊，还是洗我们潜水装备，我不懂啦，反正就是一个洗衣的地方啊。然后我们也叫 Quick Fashion 做一
一个最简单的橱柜给我们，就是黑色，肯定是耐用跟耐晒。耐晒。这边都是放一些可能我们2楼需要的用品啊，就不需要下去又再拿上来，这样爬上爬下。总之所有的用具都在这里。然后只要有柜子上面用的石头，也是都是我们邻居家 DC Stone 的。然后这个系列比较不一样一点，它是比较重大理石一点的 Quartz Stone。然后这个晒衣架只是淘宝买的，这个也淘宝买的。地砖呢也是一样，只要你看到大片的地砖都是别人家的。然后我们也是选这个系列是比较灰色，比较容易照顾一点。因为之前我们没有想过我们会要干嘛，我们就知道，我们很常不在家，所以我们晒衣的话，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室内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本来是通的。对，本来上面是没有玻璃，没有框，我们就拜托 Display 他们专门帮我们客制化一个玻璃框，然后太阳又照进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家还是可以有那种太阳照射的，它衣服比较香啊，我觉得太阳晒的衣服。但是下雨我们不担心，因为它已经装了这个 rooftop 的感觉。然后这个厉害的洗衣机是一个Samsung AI 很智能洗衣机，这个洗衣机是烘干机也是一起都有的。然后当初搬这个洗衣机4个男人都很难搬，超智能的对，它可以用 X Control， 然后全部就看得到。那就是 Touch Screen 这些，哇 ，YouTube 都可以，听歌也可以，我记得。是这个很超厉害的，还可以专门洗 pad 的啊，什么都行。买它其中一个原因主要也是它的容量够大。对，因为我以前洗衣嘛，我们很久才洗一次，然后每次容量不大，就要分很多来洗，很麻烦，所以我们就买比较大的。一去旅行哦，哇，那个衣服量真的是很可怕。然后这一个呢是我的，嘿嘿，这是我洗内裤的一个洗内衣裤的机器，这个也 baby 也可以用。这2个灯哦是苏人淘宝买的，它真的是超厉害选的。如果你们注意到，其实我们家用的 SPC 基本上就2个颜色吧，深褐色跟米色，因为我们不想要太多掺杂的颜色搭配。欢迎来到另外一个我们花很多钱装修的地方，就整个是我们的 wardrobe。其实本来这边是个 master bedroom 嘛，我们就做很多柜子。因为我觉得我们2个人很可怕一下，我们衣服容量，很多东西都是 customized 的。所以 Cube Creation 呢就帮我们想啊，基本上是可以做柜子的，我看他们都做满了，真的是很满，用的淋漓尽致。首先从门口开始介绍，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这个烫衣板啊，然后这个蛮好用，但是也比较贵一点，因为它那个蒸汽很强，我记得它1000多块哈，1000出开发了。因为我们把这个关系，我们本来有叫他们本来做一个化妆桌给我们，真的因为我们觉得不值得花那笔钱，所以苏生就淘宝买了椅子啊，这是 customized 的大小，桌子啊，其实也蛮 match 我们这个房间的，然后桌上就是一堆我们的保养品还是什么，我觉得以淘宝可以买到这样子的货来讲是不错的。窗帘我们就会选择比较灰色的窗帘，也是巴顾家的，不会很贵啦，因为我们都把柜用在客厅了。基本上这一区都是苏生的衣服，哇！这是我以前的梦想。可以有这些，很够力，你化妆品味。其实你有这么多嘴巴用口红没？我有365天，我每天换不一样的口红，怎样？然后这边就是苏生满满的衣服。我们都有分纳的，这个是长袖啊，然后裙子啊，外套。还有帮我们设计一些放长款衣服，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冬装就可以放这边哦。你们看我们这个房间柜子哦，其实颜色都一样，但是我们其实是有分2种 texture， 这边是比较那种叫什么，还有一个名字的皮纹。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是比较这一区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包包区，它也在我们1% 里面，因为包包永远会买不完，包包也还没有整理完，能放就放哦，有各种品牌。但我觉得这个包包的橱柜最好的其中一个东西是我们里面有做灯，比较看到包包长什么样子。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我梦想中的岛台，也是还在1%，因为还没有做那个首饰的那个盘子。对，它这个岛台很厉害了。OK， 这个岛台也是我要它设计的，抽屉里面有很多东西哦。对，还有那个这边它下面还有抽屉，下面也是可以打开呀。都是我还没有整理好的手分类。这边是什么？这边也是新的东西，就是哇！各位欢迎来到辣妹秀。这么关起来，看不可以 give away， 我要 give away 啊，各位。然后我们就有特地做了一个真的是超级大的全身镜，这是用一面墙来做的。对，我们就要 fit 满整个墙，这个全身镜真的是很大幅，其实跟舞蹈教室已经有得比了。我们不要唱，我们跳一段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找是哪一首。是我们应该没有，还没有，这首还没有看到。5、6、7。OK。
他们看到的时候听一下肯定是还没有出来这首歌。但是你们看到了过后，你们要回来留言哦。对对对。我们这个bagus我们选的是比较灰调一点，就是为了要衬一下我们的厨啊，给它有一点不一样的空间这样。其实这边外面的包肯定也是蛮漂亮，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做啊。你可以秀他们，这是原本的 sliding door。各位，垃圾来了。各位，很重哦重，我跟你讲我自己都不想开这个门。这个我们没有换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也不常出去，所以我们就想啊这样子啦，这一期算是我跟苏珊特地做出来，就是有点小像空间。对，就去那种衣服店，然后会看到这样的地方啊，就可以这个很美坐住休息啊，看镜子照相啊，打扮啊。我按下们基本上手机把整个家设计到是每个角落都可以拍东西，喂到现在还没拍过。喂，这个啊不一样，不一年的么？然后这个柜子就淘宝买的，但是非常不建议。等一下，对，它拖出来了。这也是180呢。这个也是淘宝买，但是 OK 啊，这个。啊好看啊，不好看啊，嘞我？们很多眼镜，所以就还不错啦，这样放住。啊，你看到这边吗？看到这边吗？Gender Monster 我们还有很多位置可以放啊。 LV 你们可能看不到后面啊，我们后面有一盏褐色的灯，但没有什么开但。没有什么重点啊，也不用拍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Q Creation 帮我们做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做户外式的吊衣服的柜子架吧，吊衣架，而且它是 LED light 比较阿达一点的黑色的这个。其实哦，讲真的哦，它上面是可以这样挂住的。哎我有买这个东西还没有处理好，我们还在1%。跟哇，臭安迪！跟那个真的是万一啊，我们用到上面呐，我们可以这样，哇，跟你在外面衣服店是一样的。哎，你的吊牌还在。对啊，这是新的可。以卖哦。这一期基本上就是我的衣服区，运动衣服、衬衫，我也是有分类好的，帽 T 呀，还有特别衣服啊，冬装啊。其实我们最上面你们看有格子吗？最上面哦，全部都是按压式的柜子哦，里面都是冬装类。其实我们还有蛮多衣服，嘿，蛮多位置可以看到吗？看到吗放。？嘿，这边开头一个出来。你拿楼梯就在我啊楼！梯你为什么在哪？喂，你对手在哪吧？因为我里面那个冬装哦，我放在盒板啊，过来弄啊。这边就是我的短裤、长裤，这边也是衣服，其实也没什么好看对，的。你还用很多嘞，还有我用外面，你看这个。想当初我租屋子的时候，我是没有握做美容。对啊对。有啦。另外然后这一区黑色的钓鱼架，听起来好像很 cheap 这样的钓鱼架，下面就是放我们各种帽子，帽子毛帽啊、鸭嘴帽啊，什么分类好衣服帽都有，也是其实也是柜子啊，都是柜子啊。要看私人内裤，私人内裤，这个不是，这是裤子，哦你不要手。我的内裤， Oh my god！强迫我穿的书生。我们家的第五副 Hidden Oil 啊，各位做 CPR 这样，来吧。给你们感受一下我们智能系统的 sensor detect，哦，所以它 detect 到了，太快了。这个就是以防我们每次这样睡不醒啊，要进厕所啊，就不用按按钮。喂，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哇，大师呢？他讲主人你来了，还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厕所，也是我们花最多钱的厕所了。最 man 的咯。这个厕所风格其实也跟我们楼下那个窗帘还是 landscape 一样，就是比较度假巴黎风感觉，所以我们用的套沙跟地上的套都是一体的，都是很大一片。超美，这个套也是贝大家的，有 texture 的，就是摸起来是有不一样感觉，不是凹凸不贝的。平啊，很美，就是很贴近生活那种，就好像洞穴这样，很贴近那种真实感。马桶哥哥又来跟你们安利这个 Rigger 最厉害的马桶了。当然，我们自己用马桶，我们一定要用智能的，然后一定是比楼下厉害。它的双重热握冲水系统真的很厉害，像我这种大便花花的人哦，他们知道什么大便花花吗？所以我大便的时候，我的大便泵可能是肠胃不好。有堵在里面的。那个以前的马桶啊，都会粘住我大便，然后手一冒冲掉很辛苦啊。所以这个我没有试过啊，没有冲过啊，它就一定冲到啊。他们的冲水系统真的太强了。而且这个马桶哦，它是一体式的智能马桶，自动开盖、自动关盖，然后自动冲洗。而且我一离开哦，它就会啊，看到没有？我不用手动清水耶。那有一段时间，因为才刚住进来嘛，又习惯了它冲水这样子哦。我去外面上厕所，哦，差一点忘记冲水，哇，严重了。差一点。而且 Rigger 智能马桶，我们最喜欢的基本的标配就是它这个哦，是温温的，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对我们做的那个马桶是有温度的，太爽了。现在我们自己的家也有了。然后这个马桶其实它还有一些烘干功能，所以基本上智能到有一点超乎我的想象，没想到马桶可以这样厉害呀。然后这一个区域呢，我跟你们讲，建议你们不要建议实行它。如果你们要以后的生活幸福美满，所以不要吵架的话，两个水盆水盆，所以我们做了2个水盆。然后2个镜子全部 separate 分开，没有讲夫妻共
共用一个，没有，超爽就啊！连中间这个 share space 哦，我们都分一半。哎，过去一点，不要顶住我。哎，这个不是在这里的，这是在这边的。哦，你看镜子后面还是一个储藏柜啊，所以 Q-Fashion 真的还不错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这边挑了蛮久一下的。我东西很多，我不想看到它，你不要看到它，眼不见为净，真的幸福很多。然后这个厕所 cabinet 的上面哈，我们也是要用 DC stone， 然后这个 stone 好像是跟我们深海很像啦，我记得。一样。反正就是很 match 我们这个套色风格，整体感觉就是很一致性啦。我下面给它满满的都是橱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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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就是满满的柜就对了。再到我们的冲凉房，然后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哦，你们看我们这个 shower screen 啊，其实是不是看起来很透明？但是我们其实有贴了 SPL 是因为安全性啦，因为我们就是怕它，我冲完一半突然敲头爆掉嘞，然后它就不会睡到地上嘛，它就睡在那阁楼里面比较安全一点。然后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很厉害的浴缸，这个浴缸也是 Vigo 家的，然后也是整个比较 modern 一点，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传统的那个浴缸哦，会水泥封起来呀，硬硬这样不好看这样，它就比较高科技一点的感觉。这个装水超快的，就是你要试一下吗？5分钟就装满了。这个它还有可以这样子拿出来的。直接洗澡，它有2个头。然后因为厕所的窗口其实都蛮旧的，我们也没有想要花钱换它，我们就叫巴哥装最简单的这种叫什么？百叶窗啊 ，bright 啊，算 bright 嘛，就是美化好啊，不然那个原本的窗口是很旧很丑的。看这样好看好看。各位，我超级安利这一个的，主要颜色好看之外哦，它超级无敌方便的。这个东西是水的温度，然后这个水的温度是可以固定的，所以你在每一次按哦，你不需要很麻烦，左一点右一点，热一点凉一点，不用，它就是固定在这里，所以你每一次哦冲凉的温度都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是转开的，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你看啊，我这个已经固定在开的位置了哦，我这里只要按，我就可以直接洗澡了。比如说 ，OK， 我现在开下面这个，我直接按这个，这样子就是一键打开了，这个超好用。我要用这个嘛，然后我只要按就可以了，超级无敌方便，按一个按钮就可以直接冲凉，你不需要。来按这个我就喜欢了，因为这个上面可以这样，你看，按啊按。啊！而且它还可以同时开。重点是哦，它同时开哦，它的那个水力还是一样强的。温度也是一样。对，我就觉得这个蛮厉害的。推。我们2楼的另外一侧基本上就是客房跟我们睡房，现在我们进入客房先啊。这个客房其实它也是 one of the store， 我们就把各种客人会睡的那种床啊、枕头啊放在这边先。本来是放在 store room 的，可是 store room 一直要搬上搬下，就直接索性放2楼。这是1% 计划里面其中一个。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很舒服的客房的床，我们客房选的床哦，跟我们去睡床不一样，我们选硬一点的。这个是要 for 家长，我们家人啊，想说老人家不要睡这样软，睡硬一点，睡硬一点。然后这个床我们是选 Nebio， 金光闪闪，看啊 ，Malaysia Record 的床啊，超够力啊。然后主要呢是他们家呢的床是5本安的天然床褥，就是马来西亚第一家5本安，首家。本安对人的健康是有害的，所以他们家是第一个。其实我们床其实除了舒服之外，其实主打是健康啦。是，实际我们人一大半辈子都在床上。真的。它的床呢，主要是有7个区域的脊椎支撑。主要呢，它就是给我们睡觉啊，可以分散一下身体重量。反正你怎么睡姿都会很舒服。你能多重的可以啊。其实是准备给佩玉，因为这个房是客房，也算佩玉房。如果我是佩玉，就不是这样睡，是。因为佩玉也不能睡太软床，还有跟我们讲过，所以我们为了我们家人跟佩玉，我们就选硬一点的，也比较不会压坏啊。我觉得佩玉应该不会看的，这个场应该不会看的。然后就来到客房厕所，客房厕所我们做的真的很简单，我们的地砖跟墙壁哈都用一体式，来进来看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用米色去带过整个厕所，然后这个我们是把个桌美盖住它罢了。然后这厕所我们就没有做cabinet，我们直接做一个sink在这边，因为客房的厕所其实也算比较小，所以我们选了这一款马桶呢，它的水箱也比一般的水箱薄，然后它的马桶里面是比较 V 型的 shape， 这个 shape 的马桶呢坐起来就比较舒服。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懂，因为我是马桶哥哥。喂，神色看到没有？厉害吗？然后我们一样也是有遥控的，哇，我们家很够力哦，每一个厕所都有遥控的。那这个厕所有多厉害呢？我们倒数3、2、1，3、2、1。
刚刚我们主要厕所是 metal gun 的嘛，但是这里呢，因为要配合比较白白亮亮的，所以我选的是这个 Regal 家的比较白一点的，它也是一样的function，调温度，然后可以开关，然后剩下的呢，只要一个按钮，你就可以洗澡了，然后你就不用这样麻烦去调你的温度。基本上我们 gas room 都差不多了，还有东西要给你们介绍。是不是很可爱？我们把所有的门把都换成一个圆弧形的胡桃木的这个手把，因为基本上我们没有换门，我们只有油漆，所以我们想说买好看的门把来换哦。也是有结合那个胡桃木色的，对，你看胡桃木哦，然后配那个银色这样子。这是淘宝小天床，来到我们的睡房了，我们睡房真的是睡房，睡觉不了。有看我周岁8点档，我爸爸讲这个房间好像会有儿子。有儿子就儿子，不用做动作了。这个房间呢，主要一点点啦，就是呢，因为跟其实厕所的概念是一样的，我想要一进来它可以有不一样的风格，又不会影响到下面的，其实。然后呢，这个设计就比较工业风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就用了蛮多颜色一下，总共1、2、3、4、5。然后这个比较工业水泥风这一副哦，其实我们是要挂丝巾，但是我们一直没找好看的丝巾在。对，这是18仙在这里。然后这个柜子也是 Christian 一起做咯，然后床一样是 Nebula 了，然后我们选择床是比较软一点，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啦。我们比较喜欢。哇，床架给你们介绍一下，也是 DYD Customer 做给我们的。我们这边很有限，你懂吗？对，我们这边很窄，所以他来量的时候讲，哎，怎样做比较好？本来我们要做一个更加大的。然后我最喜欢在旁边这个，有那种包覆感的感觉，你们懂吗？就那种你下床啊，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这样磨下去啊，像狗这样玩，这样磨很爽。宿舍买一个楼梯可以3人上床啊，但是他每次没用。有没？好像用每次都上床的。真的没这样聪明哦。我的床头柜哦，这个本来是常用的，然后变到我这里来。窗帘我们就选最简单的黑色的bagus，但是我们的色就用比较黑色透明这样，若隐若现，看到吗？很喜欢那感觉啊，我像婚纱这样。这个窗帘有让整个房间加分哎。对，很高级感啊。对对对，超好看的这个。好啦，你在里面不要出来了。然后你们看到这个电视机为什么有这个 cable 这么长？你了解吗？其实我们是皮养，因为这是旧家电视机，我们也不知道放哪里，55寸，然后随便拿放在那边，所以那个 cable 哦还没有做好那个插头跟那个长线的东西，所以凡事哦都要事先规划好，但是也很难规划完全部啦。真的规划完不了啊。你的 lifestyle 会改变的，你的永远会少一样东西，而且也会多一样东西这样。顺便一提，我们家冷气除了客厅那种比较大个的Samsung圆形冷气哦，我们基本上还有这种 Win-Free 的冷气，比一般冷气好看啊，我觉得就是一动这样，好像高科技这样的感觉。然后这个 Win-Free 哦，如果很担心啊，吹多冷气啊，不舒服啊，吹你的脸啊，或者是皮肤会很干啊。它有一个模式是没有风了，但是又可以冷，特别 Win-Free 咯，它就不会那么直接的吹在你脸上。基本上睡房就这样啊，然后睡房的厕所，其实我本身是蛮喜欢一下的。当当当当。它就是偏什么风呢？木风吧。其实这边看起来都一样，然后这个东西是说淘宝买，这个镜子我觉得超厉害耶，很美耶，这镜子超美的，刚刚好。而且哦，就是要每个一个量哦，这个尺寸真的很重要。便便哥哥，这个马桶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叫马桶哥哥，不是便便哥哥。别给我乱改名字，干你啊！我念那么多次，你就是要 Q 这个。这个睡房基本上我们睡觉不太会用这边厕所，我们只有半夜前用厕所，所以我们也是安装了一个智能马桶。我们家好像基本上都是智能马桶嘛。人老了啊，对，主人会起来尿尿了，所以我们装一个智能马桶给他。膀胱不给力，也是有遥控了，够力啊这个位。然后这一款呢，它比较特别，还有3种模式，有什么臀洗就是洗屁股，然后有女生洗哈，女生喜欢洗妹妹的啊，然后水压、水温全部都可以调整，基本上就是一个万能马桶啊。其实它还有灯，还有那个叫什么？我穿短裤，我感觉到屁股温温的。你是没有坐过这个马桶哈？我很少坐这个，我很常坐，我半夜不会起来的。那这个马桶也是一样啦，基本上我的大便的话是做不了的，因为它一次冲洗就冲完了，很厉害。所以各位老公可以做花的，你就选择Regal家的马桶。对，Regal家的那个冲水系统啊，我真的觉得太。没想到我的花一下子啪就不见了。还有这个的话，喂来了，这也是另外一个Regal家的，因为我们这个厕所比较小，如果再做凸出来的话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比较干净利落的，但是又有那个功能的，这个也是可以调节温度，在固定的温度，然后再使用它。我们应该是搬进来半年了，第一次开这边水。对，这个没有开过。对，我们没有这边冲过凉，基本上就是一个 extra 的厕所了。然后这个厕所整体的套写是用了很多种，我们应该有3种啊。你看大套是杯的罩，这个超大一片，然后地上也是杯罩，我记得，然
后旁边这也是 G&G 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大片小片的 mix and match 那个风格。然后这个我们有跳色，看得出这个是 Dr. Ground 的，然后我们用个对，我们用灰色高垫去做一个区分明显一点。所以这个厕所其实也没什么好介绍，因为我们真的很少用。耶！我们拖了这么久，终于要来到3楼了。其实你们有看我们楼梯间都有很大片的玻璃，然后我们也是拜托巴克斯帮我们定做一个这样长的这个shirt，这是他定做的。对，因为很长。然后这边呢，玻璃部分我们就是有叫 Aspel 帮我们做一些隔热膜。一方面除了就是隔 UV 隔热，然后主要也是 privacy， 因为外面隔壁家是看得进来的，所以我们是有双层保护啦。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吗？吊灯，这个应该算是我的小梦想，因为我很想要我家有一个大吊灯。哦，这个书呢也是选得很好，因为乖地非常之好，是不是很美？是，它就有点艺术品的感觉。它其实晚上的时候是很有氛围感的。来，我要介绍一个画灯。对，这个灯我觉得更值得买。它这个超有quality的，很有质感哦，很不一样哦。因为我就是想要找壁灯，可是壁灯太无聊了，而且重复性很高。然后因为这边范围又大，如果你拿一个壁灯小小哦，好像没有东西这样，所以我就是找了一个可以覆盖范围比较大的。然后呢，下面这个柜子是昨天才到的，所以讲我妈这还是1%，但这个quality很好嘞。我觉得你有一个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哦，对，如果你们在淘宝买柜子哦，其实淘宝虽然讲你们要买便宜东西，可是1分钱1分货。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如果你买柜子，它是要你自己组装的话哦，它品质真的是大部分比较差。好的柜子，他们都是做好了大量寄给你的，真的是有差，基本上都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你们淘的 tips， 就是尽量找一些组装好了，quality就很好。然后这个是我跟 Jenny 那个时候在法国南部那边合照，看到吗？对，有点不好意思，害羞一下。Credit to Adrian 弄。Adrian 的。3楼的左右2间个别都是我跟苏生 studio， 然后我们完全还没开始在做设计还是买东西，因为我们过想要拍一个比赛 PK 的节目，因为像以前新加坡那个百家乐这样的感觉，就是看谁的设计，看谁的东西做比较美。但是他有头部，没办法吗？我要先做吗？他头部啊，我给你们 sneak peek 一下，因为他头部，所以我要给你们先看。不是，先看一下他空的房间先。基本上还没有 unbox。基本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 Dreamy 啊，还没用到放那边先，然后我们的箱子啊，就属于3楼的都还没有弄好。我的哑铃也暂定放那边先。各位，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view。有了这个窗口，我觉得我可以1年300万。Sorry， 你突然一下，听不懂。工作吗？这个 view 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所以呢，就用了我们 Aspel 的点灯，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又可以保留我的 view， 我又可以达到防晒的效果，还有一个 privacy 啦。对，它还有 privacy。这个点灯它抗 UV 是99%，等于你在身体才有30层防晒，所以基本上不用擦防晒在这个房间这样。现在晒太阳。对。主要是 privacy 啊，因为我们后面是一条很大的 highway，其实我们每次开车回家都会看得到进来，其实看得进来。是，所以难得有一个隔热膜 Aspel 就可以看到外面很清楚、很漂亮，可以欣赏风景，但是又可以保护我们的 privacy 这样子。超不要脸的，你讲这句话。给大家看一下我的studio先，超不要脸的。显他的 studio， 等，慢慢来啊。我想打他。当。我的 studio 其实也没有真正弄什么东西，因为微波的关系，所以我就把 ceiling 先弄一下，然后再装了这个我最爱的 studio 灯，因为它拍东西比较 soft， 有没有比较 soft？ 是不是有很踏实的感觉？然后这边就是我先买好的防潮箱，放我一堆器材，然后这边暂时工作的地方，小推车，2手的那个 USB 柜子。最近要成为一个摇滚人，所以就买了一套鼓来玩一下。喂！修一下。 5、6、7、8，2只老虎，划着船。哇塞，这样子敲雷啊！我现在敲什么雷？基本上 studio 就这样子吧。然后我跟苏生的房间蛮像的，只是我的窗口会比较大片玻璃样子。然后他的房间比较大，我让给他的。因为我们的计划是未来这一间有可能是我跟苏生的工作室。不是，因为这个家以后的开销都会他先给比较多。对，他该喝酒了，应该是。因为苏生的 studio 是 planning 未来可能变小孩房，所以那边变小孩房的话，这间比较大，就变成我们2个工作室咯。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安排啦，然就先这样哦。各位，我们 house tour 差不多来尾声了，你们会伤心吗？不会，赶快，快点，我拍了6个小时了，快点。我没有想到 house tour 排这样久。我们现在要去我们最后一间，这一间房间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苏生完全没有干涉，他也没有权利干涉，因为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
是我们家最最后后的一副的 Hidden Hidden Door。 Door 这一间呢，如果你有拍过嘛，应该是没有拍过的，因为这一副门是蛮临时决定的，这边是直接透完的。但是哦，我们的冷气如果这样子透完的话，是冷不起来，会冷不起来，它会一直这样子往下流，往下流。所以按照逻辑的话，这个就要放一把它片。封起来了，然后我们想要做最好看的话就是 Hidden Door。各位准备好进入常勇的世界。哇 ！Welcome to my room。我们先从门口开始介绍，先把这个门关上啊。在门口面前，我特地买一个柜子，是专门放我的偶像收藏，有 Jennie 啊、田馥甄啊，没有，还有我自己。现在呢，田馥甄要被填满了，这边，然后要被填满了，还有我跟要被填满了。上过封面的杂志 Jennie， 然后还有一些他的周边、他的签名。YouTube 有出现过吗？这个是 Jennie 跟 Compress 哦合作这个 Get Trading Card， 然后我买10张，我中了 Jennie 亲笔签名的这一张，真是超级幸运。这个我记得之前皮养茶应该可以卖2000美金，我也不可能卖放出罢了。基本上这边就是收藏啦。然后这是我其中一个朋友送的招财小叮当，然后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蜡笔小新粉丝，所以基本上我买的那种小小个蜡笔小新，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面，然后上面就是有大大个了。你们观众看到掰一下。啊，有几尊生命在这边，然后这一区其实也算是1%啊，因为我们的柜子也还没有固定要放里面，我暂时放住先吧。然后这个柜子其实也是看里面寥寥无几的东西，就先暂时放住先，就是一些 Lego 啊，一些杂物。然后上面魔力那个 Lambo 跟那个钢弹也是放住这边先，我还不放哪里。长乐送的那个机器你们应该也懂了啦。然后我们就买这个椅子还蛮特别的，因为这个椅子是淘宝买，然后它可以分4张出来。看到没有？4张椅子，我觉得这个蛮推荐大家买，因为它乖一点蛮好。在这边4个白色柜子呢，就基本上是我舅家买的放过来，只有这个是特别新买的。模型要从哪里介绍呢？先介绍一下我2017年的生日礼物，大家还记得吗？应该记得吧？送给我的，因为我妈他们的孩子，然后佩就送了这个大壁虎给我，他讲是我跟他孩子，所以他从2017年就暗恋我，想要跟我生孩子到现在。然后我以前就很喜欢收藏那种 SD 版、Q 版的动漫的模型，所以这些都是 Good Smile Company 的东西。然后海贼王的 Lego 啊，海贼王的船啊，蜡笔小新啊，然后一些 Pokemon 的东西，基本上都在这个柜子。然后这边呢还在处理，这是因为这边都是一些 Lego Marvel 系列，然后我们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到，还没有安装好，所以就空住先啊。所以我讲要拍一个完整的 How to 真的不可能等得到啊，太难了，因为我们在加东西。这一边基本上就是我的 GK 系列，不然就是一番赏系列，不然就是一些小盲盒系列，还有一些 Lego 啊这边呢。我个人是真的是都蛮喜欢收一些比较限量版的一些模型啊，不然我也不会收。有拿豆啊、One Piece 啊，还是 Lego 啊，还是进击的巨人啊，那基本上我就只收这几个动漫的模型。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模型柜是淘宝买嘛，它不是一个量身定做到Ceiling的柜子，所以我们上面就放一些拼图去填满它咯。然后这边看得出吧，孔缝是1% 吧，因为我还没整理好这边东西。然后这个柜子是淘宝买的，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的算踩雷嘛，因为我觉得乖地也没有很好。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不应该买这样子的柜子，是因为我是要摆设那些展示品的话，有一个东西是顶住里面的，就看不太到里面，所以它比较像收藏柜子，比较不是摆设柜子。然后喂，我看你这样我不爽啊，你太舒服了，你给我起来。哎呦，我要下班了。哇，我们的1%呢，这里真的是，对，这边也是1%，各位你们快看，天哪，很多东西还没弄好，我们一堆 Lego， 还有这些车的 Lego， Lamborghini，全部都还没弄好，放那边，要这样放。这边是灾难区，你的这个是要有那个 in progress， 这个也是朋友送给我们的入伙礼物。就要跟大家分享哦，要怎么样把装修 CP 值画拉最高？因为其实这个房间啊，我们做不多，我们唯一做是做刚刚那个蓝色的一个 cabinet 拿给你们看，一做那个就10多千了。本来整个这边 quotation 可能是80-90千，但我们把一些柜子拿掉，我们决定买 loose furniture。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洞版哦是其中一个很加分的东西，因为它不贵，可是它看起来又有设计感。这整个东西我记得才1000出块，就有这样一大幅，你可以设计好这边东西。这边比较放我们户外啊，比较 adventure 的活动啊，潜水啊，滑板啊、滑雪啊、飞盘、打网球、爬山，我们基本上都放这边啊。本来是1%啊，你看我们这些东西都可以放那边摆住，然后再顺着来就是我们这边会有一堆这样子的摆设品，然后柜子啊，这些柜子其实也是空租的。这3个柜子说管理这么好，其实它是一个日本品牌，但是我是在淘宝买到它的，它也算是比较贵一点，但是我觉得还
还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价钱呢。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推，这个很好看。每个人来我们家都会问这个电视柜，这电视柜超好看。其实也不算定做了，就是淘宝我们就找要75寸，然后要那种比较 QQ 这样，它是整个可以推来推去的。它就是非常适合放在 entertainment room 的那个电视柜，真的很适合。我们的摄影师应该们都知道，我们当初装这个电视超辛苦，你要把一个75寸这样fit进去，我记得我们3个人装啊，都装得很辛苦。然后一样，我们就是用Samsung的扫把，然后各种那种东西啊，不管讲放，我们就把它挂在这边，还是吊在这边啊，我们很多啊，其实。电视柜上面我们就放好一些啊，军曹啊、Toy Story 啊、One Piece 啊，还是这个魔力，我们就暂时放这些啊，也是1%的，因为还不懂放哪里。看得出很1%嘛 ，PS5 这边，推车这边，然后刚做好的雷哥在这边，真的是。这个雷哥我真的不知道讲救它。西北乱水啊！刚刚我讲我们这个房间唯一花钱10多千，就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橱柜、收纳柜样子。它其实是里面很薄的地方可以放东西啊。我觉得这个超好看的，对，因为它真的很好展示，你知道吗？对。然后这边就是做成6个圆圈的，我们基本上是放 pop 妈的东西这样子的。对，蛮可爱的。然后又有灯，超级可爱，就是这样。噔噔噔噔。然后我们 entertainment room 呢，我们用的那个 SPC 的是鱼骨类的，然后比较是浅褐色系列，因为比较耐看一点，比较耐用了。对，因为这边很复杂，对，太多东西啊。我们颜色不能玩得太大胆。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地板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设计去玩。然后苏生淘一个很厉害，就是这个地毯。这个地毯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到，它是比较有那种叫什么藤类的感觉。因为我想说这边可能之后会放一点植物，我就想放一点盆栽，我就觉得很适合，想说就放好一点，放比较藤的。但是这个地毯真的只是美啦，如果你跪着啊，就会不太舒服。坐久应该不舒服，因为它有一个很明显的 texture 在上面。对对对，好像那种小学你在礼堂做那种地毯这样。还有这个也是淘宝很厉害的东西，这个。哇，这个是Dmail.com 就可以买到了。这个你们要打同款呢，Dmail.com 就可以买到这个地毯了，非常适合放在。这里我们这个娱乐室呢，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沙发。这个沙发其实也是 DYD 做给我们的，然后颜色也是我们挑的，我们挑一个藏橘色。然后最主要是这个沙发哦，不管什么地方，它都是可以拼接变成一个床。因为我们想说那个 guest room 啊，可能太多人啊，不够挤啊，就会来这边哦。对，其实住上家有时候上来不够，会都睡在这上面的。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 DYD 的沙发哦，我觉得比客厅还舒服啦。我喜欢这个多过客厅啊。我是喜欢客厅的，因为客厅很软。这个比较硬一点，但这个也是很舒服。DYD 老板讲，我们用这个面料哦，其实也是用那个塑料水瓶做出来，所以也是蛮环保的一个面料来的。对，然后这个哦，它是宠物防刮的，就是你怎么刮都刮不破，就是for宠物的。在我们前面这个 cafe table 其实也算是我们的1%啊，因为你看里面空空，主要是我们会把一些 Lego 拼好过后才放进去里面。因为这个桌子哦，其实也是量身定做，我量好那 Lego 大小跟放 Lego 上去。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做 Lego， 你看到现在才这样吧，也是1%啊，慢慢来咯。谁能想到有谁会有3个 Blackpink 的签名？有2个是同个朋友给的，有一个也是朋友给的，3个厉害吗？你朋友对你很好。然后其实这面白色墙也是1%之一，因为我们买了那个粘板这样啊，然后我定做贴上去，到时候我会把我们每次旅游照片啊、拍的都放上去，就是回忆墙这样子啊。但是因为还来不及到跟来不及做，所以就1%。这一面墙单纯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它在很多switch旁边是厕所，所以我就把之前周星驰送我的这个他的 MFD 的卡签名卡跟他写的春联都挂在这边，然后这2个是我们经纪人爸爸艺术家做给我们的，有我们名字，所以其他后面可能有更多东西在这边给填满它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进来我们的俗称的 TMB 厕所，原来这里才是我们最后的 hidden door。对，我们还有一个 hidden door 忘记了。1 2 3， 耶 ！Welcome to CYSS TMB。其实这个不是 TMB， 其实我们这个窗可以开灯。哦，厉害吧？本来想说是很可爱的，给你们讲成 TMB。是我们其实本来没发现像 TMB， 是不谁讲过我们就发现。留言写的。这厕所就是比较 colorful 一点哦，什么颜色都有，就是要制造一个很快乐的地方。这个厕所的套基本上全部是 G&G 一种很小片，然后也算是手工套。你看上面摆设这个小片哦，它每一片也是长不一样的，然后就白色、红色这样，然后蓝色，然后我们的搭配 cabinet 是黄色的，所以
以整个就很多颜色。然后加上我又装了一个粉色的柜子，你看这个马桶呢就没有什么好介绍，但是给一句话形容好不好？它是连续4年在新加坡 Sales No.1 的马桶。而且这个水桶很薄，很小一个，占地面积就没有那么大。这个也是跟我们主人房用的是一样，只是我们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它好处的一点是哦，它的水龙头哦都是有根据的。你会想我 detail 到这样子，这水龙头哦它是有倾斜湿气度，比较符合人体工学，就是你一射的时候哦，它是可以很舒服的射到你的身体上面的。我们的 house tour 就来到尾声了，真的，终于有点幸福，因为我们从早上排到现在，是我没想过排这样久。真的没有想过 house tour 这么长哎，装修起来蛮有心得的。对哦，真的蛮多感想。对，蛮多东西讲啊，其实真的。所以我觉得一支影片讲不完，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有什么想问的，其实可以 IG 问我们，我已经看到我们就回答啦。我已经想过下一个装修影片是什么啊？哦，要做么 QA 啊？或是1年后的入住感想。因为现在毕竟我们住了半年，所以基本上可能有些东西我们体验到，可能有些要等1年后才知道。所以我们可能1年后可以再拍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们1年后的家一定又不一样了，我们一定改很多东西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至少我们在30岁前有自己的家了，因为真的舒服太多了。所以有点像什么状况呢？因为我平时是很爱往外跑的人，但现在因为家太舒服了，我会想有时候想要待在家，或者是赶快回家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的。超想回家现在。是啊，因为家里有等我的人。影片的结尾就是结尾，做了10多年还是不懂得讲结尾嘞。好啦，我们的 house tour 就真的是 ending 了。其实有时候讲话不一定要讲得完的。哦。所以